在这个雷电交加的深夜，三个大人物秘密聚在一起，房间里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他们今天必须商量出一个结果，而这个决定关系到一个叫阿里内尔的小女孩。看着这个软萌可爱的小姑娘，还没等大家讨论出个所以然，其中一人就按捺不住了。他居然提议要把阿里内尔培养成帝国的超级大将军。这个提议立刻遭到了贵夫人的反对。他认为女孩子就该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当上流社会的社交之花。话音未落，旁边的眼镜男也拍案而起。在他看来，阿里内尔是百年难遇的商业奇才，必须去当掌控帝国经济的精英官僚。三个人谁也不肯让步，为了小姑娘的未来，在屋里吵翻了天。眼看局势就要失控，贵夫人提议直接询问当事人，另外两人纷纷表示赞同。三人的目光瞬间齐刷刷投向门口，他们看着阿里内尔开口询问：“你以后到底想成为什么？”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所有的压力瞬间集中在小姑娘身上。阿里内尔指着自己，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看着三个大人那期待的眼神。他表面上只能保持微笑，内心却已经开始疯狂抓狂。他本是个穿越过来的普通人，安稳度过了11年，怎么突然成了大佬们争夺的焦点？他支支吾吾的想要糊弄过去，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眼前这三个人的逼问还不是最要命的，门外那个即将出现的巨大麻烦才真正让他感到崩溃。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伴随着强大的压迫感。一个冷面男人推门而入，质问大家到底在闹什么。屋里的人瞬间安静下来，纷纷低头向来人行礼。这位不速之客正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陛下。皇帝冷冷地命令所有人退后，径直走到阿里内尔身边，当众宣布谁也别想动他漂亮的儿媳妇。看着皇帝脸上温柔的笑容，阿里内尔只能跟着勉强陪笑。他今年才11岁，怎么连未来的公公都找上门了？更可怕的是，这位皇帝在原作小说里是个手段极其残忍的暴君。皇帝看着阿里内尔，责怪他怎么总是招呼不打就跑，明明约好今天下午一起出门。阿里内尔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皇帝见状突然提议要把皇宫直接搬到他家隔壁，这样以后就能天天见面。他转头询问身后的手下克莱德，搬迁需要多长时间？克莱德回答最快也要3天。皇帝却冷冷命令明天之前必须搞定。阿里内尔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他原本只想在这个世界当个咸鱼，现在却和这群最危险的反派彻底绑在了一起。他的咸鱼生活计划彻底宣告破灭，就算再怎么渴望安稳，可一上来就成了暴君的儿媳妇，这剧情发展实在太离谱了。为了躲避未来毁灭世界的暴君，他拼命在新手村囤粮求生，可一觉醒来，全村人竟然丢下他，凭空消失了，只留下一个神秘的约定。这是一个电闪雷鸣的暴雨夜，狂风暴雨仿佛要吞噬一切。阿里内尔裹紧斗篷，在泥泞的道路上拼命奔跑，他一边跑一边声嘶力竭地呼喊：“叔叔阿姨，你们到底在哪里？”可是无论他怎么大声呼喊，四周除了风雨声没有任何回应。大家都去哪了？顺着地上残留的脚印，他一路追到了森林深处，可追到最后，眼前只剩下一片漆黑。阿里内尔彻底崩溃了，怎么会变成这样？他们怎么能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谁能想到整个村子竟然在一夜之间凭空消失了？阿里内尔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才10岁的他就这么被所有人抛弃。不过要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得把时间倒回10年前。那时候他刚来到这个世界，不仅成了转生咖车的受害者，还倒霉地穿进了一本注定是悲剧的言情小说里。这本小说的剧情非常狗血，奴隶女主阿米莉亚为了逃避皇帝，开始拼命逃跑，而皇帝为了把她抓回来，竟然直接发动了世界大战，把整片大陆都打成了废墟。这个疯子暴君就是帝国大名鼎鼎的银发恶魔帕梅斯，他和他的4个心腹手下以后会把整个帝国拖进恐怖深渊。阿里内尔觉得这和自己毫无关系，可谁能想到事情偏偏没按剧本发展。阿莫斯叔叔在后面大声喊他，问他这是准备去哪里。隔壁阿姨也热情地打招呼，让他去尝尝刚烤好的饼干。阿里内尔甜甜地答应着，他觉得自己真是太走运了，居然转生成了小山村里的普通农家女，这代表他这辈子和那些动不动就蔑视的皇室贵族根本扯不上半毛钱关系，安全系数直接拉满。这个叫加尔内姆的小村子藏在大山深处，村民们都特别和善，日子过得安宁又舒服。虽然没能当上大富大贵的贵族小姐，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小遗憾，但跟那个疯子暴君的狗血剧情相比，当个普通人简直就是神仙日子。更何况他还有一个超级疼爱他的妈妈。至于爸爸妈妈，只说他很早就去世了，虽然没有爸爸，但妈妈无私的爱填补了他童年所有的空缺。阿里内尔也全心全意的爱着他，这种被爱包围的感觉是他前世想都不敢想的。那时候他父亲根本不管他，母亲也整天见不到人。可好日子没过几年，在他7岁那年，妈妈突然重病去世，阿里内尔彻底崩溃了，哭得比前世被抛弃时还要伤心。就在他无依无靠的时候，是村里那些善良的邻居伸出援手，把这个无家可归的小姑娘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大家伙的关照让他慢慢走出阴影。一转眼，他来到这个世界已经10年了，他很享受现在这种简单温馨的生活。不过他可没有闲着，因为他心里清楚，3年后这里将会迎来一场大灾难，他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他用红甜菜做出了特制的果酱，不仅好吃健康，还能存放特别久，绝对是以后保命的神器。皮奥莱特阿姨尝了之后非常惊奇，只夸他是个聪明的小天才，还打听这手艺是跟谁学的。阿里内尔嘿嘿一笑说，是商业机密。阿里内尔热情地
招呼其他村民来尝尝，还传授了冰镇的独家吃法。皮奥莱特阿姨在一旁补充说，这个果酱就算不冰冻也特别好吃。连一旁的阿莫斯叔叔也点头赞同，觉得这个配方必须得留着。这可把阿里内尔高兴坏了，当场决定把制作方法写给大家。其实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知道一旦那个可怕的暴君登基，帝国很快就会迎来一场大饥荒，到时候地里连一粒粮食都收不上来。为了能让大家活下去，他每天都在教村民们怎么保存食物。看着这些善良的邻居，阿里内尔在心里暗暗发誓，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一定要护住大家。阿里内尔正琢磨着以后的计划，旁边的村民们脸色却突然变了，好像有什么大事在瞒着他。有个大叔刚想说漏嘴，提到他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旁边的人死死捂住了嘴。大家伙明显是在故意打哈哈掩饰。就在这尴尬的时候，突然扑通一声，齐墨直接摔了个大马趴。他居然还笑着解释说，是因为看见阿里内尔太高兴才绊倒的，这让阿里内尔简直哭笑不得。别看齐墨平时这么不靠谱，他可是阿里内尔在村里最好的朋友。看着他这副狼狈的样子，阿里内尔也是真拿他没办法。别看齐墨长了一张帅脸，其实是个无可救药的糊涂蛋，每天都得挨阿里内尔的训。大家伙一看到他走过来，便找了各种借口赶紧开溜，连阿莫斯叔叔都急着告辞。说来也奇怪，村里的大人们好像都有意无意躲着他，对他态度总是冷冰冰的。不过阿里内尔可没法管他，谁让这家伙笨得连小孩子都操心，而且他的膝盖都摔出血了。其实阿里内尔这么照顾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那是他母亲临终前的遗愿。母亲曾经特意交代过，齐墨和他去世的父亲是挚友，无论如何都要看好他。阿里内尔熟练地帮他包扎好伤口，让一个7岁的小孩去照顾大人，这个遗愿也太离谱了。他没好气地对齐墨说，下次我可不管你了。齐墨一听这话，整个人都蔫了，可怜巴巴地问，是不是真的不帮他了？看着齐墨那张帅脸，阿里内尔直接就没了脾气，谁让他2辈子都对帅哥毫无抵抗力。齐墨无奈地叹了口气，阿里内尔看着他认真地说道，但是你每次受伤，我是真的很伤心。你总说我是你最宝贵的人，但你真的舍得让我难过吗？阿里内尔一脸认真的叮嘱，就算是为了他以后，也绝对不能再受伤。听到这话，齐墨整个人都温柔了下来，他轻声保证自己绝对不会再受伤，还说阿里内尔是他在这世上最喜欢的人。煽情的话还没说完，齐墨的肚子就非常不争气的叫了起来，这下气氛直接尴尬了。阿里内尔无奈的问他是不是还没吃饭，齐墨只能在一旁尴尬的傻笑。阿里内尔叹了口气，只能带他回家吃晚饭，毕竟除了他还有谁能照顾这个家伙。一回到家，阿里内尔就做了一桌热饭，齐墨吃的那叫一个香，一边吃还一边夸他厉害。阿里内尔心想自己带着前世记忆，要是真像个普通小孩才奇怪呢。看着齐墨这副狼吞虎咽的样，他心里直犯嘀咕，就他这生活自理能力，要是真遇上荒年，怕是一天都撑不下去。想到这，阿里内尔大方的表示，以后只要肚子饿了，随时可以来家吃饭，保证把他喂得饱饱的。不过这可是他们2个人的小秘密，千万别让其他人知道。听到这话，齐墨突然停下了动作，神色复杂的叫了他的名字。齐墨突然提议要定一个专属暗号，只要有了这个约定，不管以后跑去哪里，都能凭拍子找到彼此。说着，他就在桌上敲起了节奏，鼓励阿里内尔也试一次。阿里内尔照着敲了一遍，还真敲得有模有样。齐墨笑得非常开心，只要记牢这个拍子，就算哪天走散了，也一定能找回来。看着齐墨灿烂的笑容，阿里内尔心里别提多幸福了。他真以为这样平静快活的日子能够一辈子过下去，可好景不长，外面的大雨打碎了所有美好。阿里内尔独自站在雨中，曾经温暖的家如今空无一人，他们全都消失了，没有告别，就这么凭空不见了。阿里内尔手里死死攥着的是唯一留下的东西，上面只写着一句话，承诺他们一定会回来。一转眼，村民们已经消失整整1年了，阿里内尔还是一个人守在村里，默默为即将到来的大饥荒做准备。今天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只要把这些红甜菜晒干切片，放上10年都不会坏，这可是以后保命的本钱。虽然现在只剩他孤零零一个人，但为了活下去，他必须拼尽全力囤积粮食。因为按照原著小说的剧情，2年后那个残暴的皇帝帕梅斯就会登基，到时候不仅会爆发席卷全国的大饥荒，任何敢抱怨的人还会被直接处死。看着眼前堆成小山的红甜菜，他忍不住想，要是大家还在，肯定会夸他能干吧，毕竟以前皮奥莱特阿姨最疼他了。可大家已经消失整整1年了，那些热闹温馨的画面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地印在脑子里。阿里内尔坚信村民们一定也在想念着他，他们迟早会回来的，所以连带着大家的那份粮食他也得一并准备好。不过把一个10岁的孩子独自丢下，这群大人也真是够狠心的。刚开始那会儿，阿里内尔差点没挺过来，整整1个多星期，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连一口热乎饭都吃不下，除了哭什么也做不了。直到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走出房门，在村子里转悠的时候，发现了大家留给他的东西。原来大家走之前，把能留下的好东西全给他留下了，从齐墨叔叔的肉干到各种捕兽工具，甚至连皮奥莱特阿姨亲手织的等他长大才能穿的裙子都有。最贴心的是，阿莫斯叔叔还把图书馆的钥匙留给了他。看着这些东西，阿里内尔终于明白了，大家根本没有抛弃他，只要自己好好活下去，总有一天能和大家重逢。就因为憋着这股劲，他每天干活都特别卖力，而且这1年里，他可不是孤零零一个人。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脚步声，阿里内尔笑着回过头，没错，他在这儿。还
还交到了一个新朋友马斯。这个男孩叫马斯，是1年前突然在村里出现的神秘孩子。这1年里，他一直留下来帮阿里内尔干活。不过要说起1年前刚见面的时候，阿里内尔对他的第一印象可差透了。那时候村民刚消失没多久，他就这么凭空冒了出来。这家伙不仅偷吃阿里内尔的红甜菜，吃了一口还嫌弃的吐了出来，这可把阿里内尔气坏了。那可是他辛辛苦苦存的宝贝粮食。更气人的是，被抓包之后，他连句道歉都没有，转头就跑。阿里内尔在后面气得大喊：“这家伙脾气古怪的很，每次想找他搭话，他都跟躲瘟神一样，直接溜走，真是个让人琢磨不透的怪人。”这孩子在村里住了好几天，却根本没人来找过他，而且他整天戴着个怪面具，连长相和声音都没录过，这背后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要是主动去打听他的过去，没准会戳中这孩子的伤疤。阿里内尔好歹带着前世的记忆，决定拿出大人的包容，不跟他一般见识。这天，马斯又溜达到了桌前，不过这次桌上多了一罐特制甜菜果酱，旁边还贴心的留了张纸条，提醒他生吃甜菜会闹肚子。看着这罐甜乎乎的果酱，这小子的态度终于有些松动了。就在他伸手拿起果酱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声音。阿里内尔笑着走上前，主动搭话：“咱们到现在可连名字都还没互相介绍呢。”阿里内尔大方的自我介绍：“我叫阿里内尔。”接着他好奇的问：“你叫什么名字？”结果这孩子直接沉默了，一句话也不说。看来这问题对他来说挺难回答的，毕竟是个独自流浪的孩子，可能有什么不好开口的过去，可总不能一直没个称呼。阿里内尔琢磨了一下，突然有了主意，他笑着提议：“要不就叫你马斯吧。”听着既像面具又像那颗干燥的火星，不是很适合你吗？阿里内尔笑着问他：“你觉得怎么样，马斯？”这小子还是没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阿里内尔这下跃了：“你刚刚是点头了吧？”从那天开始，两个人的关系彻底变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整整1年的时间里，他们每天都黏在一起。在这个空荡荡的村子里，马斯成了他唯一的朋友，也成了他唯一的依靠。不过有一点挺让人哭笑不得的，这1年下来，这小子居然还是连一个字都没说过。阿里内尔松了一口气，笑着对马斯说：“多亏了你帮忙，今天干的活比计划的还要多。”他抬头看着夜空，说自己最喜欢这里的星空了。接着他转过头对马斯说：“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肯定会觉得特别孤单，但能和你一起，我真的很开心。”阿里内尔声音温柔了下来：“要是没有你，我可能都没法像现在这样笑出来了。”面对他的真心话，马斯还是一如既往的保持沉默，只是静静的看着他。阿里内尔突然神秘的凑过去，说要告诉他一个秘密。其实，在作为阿里内尔出生之前，他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那里每到节日就会放烟花，在夜空里炸开的时候，就像这些星星一样好看。他眼里闪着光，一脸期待的对马斯说：“等以后我们一起去城里的时候，一定要一起去看烟花，这可是他们之间的约定。”他轻轻拉住马斯的手，认真的看着他，问他是不是会一直陪着自己，绝对不会离开。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马斯张了张嘴，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出口，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闷雷，紧接着冰冷的雨点就砸了下来。眼看雨越下越大，阿里内尔急忙大喊：“得赶紧回去收衣服了！”他催着马斯快点往回跑，可马斯只是站在原地，一句话也没说，那眼神里总让人觉得有些不对劲。还没等他们跑回家，天空中唰的一下劈下一道巨大的闪电，雷声震得人耳朵发麻。好不容易跑回屋里，阿里内尔坐在床边，总算松了一口气，差一点就被淋成落汤鸡了。可听着窗外噼里啪啦的雨声，这雨根本没有要停的意思。看这样子，明天又得一个人被困在家里了。看着空荡荡的房间，那种熟悉又难受的孤独感一下子又涌了上来。以前每到这种暴雨天，齐莫叔叔总会因为害怕跑来找他，那时候他还会像个小大人一样给他倒杯热牛奶。看着窗外的雨，他心里全是思念，要是齐莫叔叔还在就好了。不过好在现在还有马斯陪着他，这让他心里多少有了些安慰。可这雨越下越大，也不知道马斯安全到家了没有。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动静，难道是马斯避雨回来了？他急忙下床去开门，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敲门声，这奇特的节奏怎么听着这么耳熟？阿里内尔一下子愣住了，这不就是当初齐莫和他约定的专属暗号吗？难道说真的是他回来了？他再也等不及了，急忙冲过去，猛地一把拉开了大门。齐莫叔叔！门一开，阿里内尔整个人都傻了。外面站着的根本不是他日思夜想的齐莫，而是一个高大的像座山一样的黑影，在电闪雷鸣的暴雨中散发着让人害怕的压迫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对方那只巨大的手已经直直的朝他伸了过来。阿里内尔吓得直往后退，声音都在发抖：“你到底是谁？”夜幕下，一辆马车在荒野中疯狂赶路。阿里内尔从昏迷中醒来，发现周围一片漆黑，他的双眼被死死蒙住，耳边只有车轮碰撞的颠簸声。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正身处一辆马车上，明明之前听到了齐莫叔叔的暗号，怎么一开门就变成了这样？难道自己被绑架了？还没等他想明白，车厢对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对方无奈的解释，这也是逼不得已，只有这样才能带他去见陛下。阿里内尔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绑架一个10岁的孩子，居然还能说得这么冠冕堂皇。他大声质问对方要带他去哪，可男人根本不打算透露消息，只是安慰他不要害怕，这让阿里内尔心里更加没底。黑暗中，男人低声提醒他，马上就要见到一位伟大的人物，最好提前做好心理准备。阿里内尔听得心里直犯嘀咕，伟大的人物难道是恶名昭彰的恶棍，还是手段残忍的奴隶贩子？不管是哪一种，自己
这回绝对是掉进狼窝了。就在他胡思乱想时，马车缓缓停了下来，身旁的男人低声催促说：“已经到了，让他跟着往这边走。”阿里内尔被蒙着眼带下车，心里简直欲哭无泪。自己只想安稳过日子，怎么一眨眼就落到了这步田地？阿里内尔蒙着眼，深一脚前一脚的往前挪，心里早就慌得不行。这地方怎么看都不对劲，该不会是连环杀手的巢穴？还是说自己真要被卖去当奴隶？好不容易转世一回，难道这么快就要迎来悲惨结局？就在他胡思乱想时，带路的亚当突然停下脚步，前方隐约站着一个人。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只手突然伸了过来，直接扯掉了他眼前的黑布。重见光明的那一刻，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欢迎你，阿里内尔。”阿里内尔被刺眼的光晃得睁不开眼，心里纳闷对方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名字。等他努力适应了光线，看清眼前的男人时，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虽然对方的发色和同色完全不同，但那熟悉的轮廓和感觉，分明就是齐墨叔叔。他忍不住脱口而出这个名字，可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急忙摆手道歉，说自己认错了人。毕竟齐墨叔叔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面对这个慌乱的小姑娘，帕梅斯什么也没说，只是像以前那样温柔地摸了摸她的头。帕梅斯微微一笑，说：“不愧是他的阿里内尔，就知道他一定能认出来。”阿里内尔听得一头雾水，自己明明是认错人了。帕梅斯看着他继续说道：“虽然有点晚，但还是得正式自我介绍一下，他的真名是帕梅斯·阿斯莱特，这个帝国的皇帝。”听到这个名字，阿里内尔脑子里嗡的一声，如果他就是帕梅斯，那他不就是原著小说里手段极其残忍的暴君吗？传闻中他所到之处尸积如山，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恶魔，居然就站在自己面前。谁能想到平日里温柔善良的齐墨叔叔，真实身份竟是这个可怕的暴君？阿里内尔吓得话都说不利索，只能硬着头皮改口称呼陛下，还尴尬的恭喜他登基，顺便夸赞他的银发好看。帕梅斯倒是一脸温柔，说自己特意提前行程，就是不想让他继续受苦。阿里内尔听得一头雾水，不明白是什么行程。这时帕梅斯突然凑上前提醒他们之间可是有约定的，接着他掏出一张纸递了过去。阿里内尔只看了一眼，整个人就傻在原地。帕梅斯笑着问他还记不记得，这可是他亲手签下的结婚契约。看到这叠纸，阿里内尔差点一口气没上来，这分明是几年前玩过家家时，当年他非要跟自己签什么契约，他还以为只是小孩子过家家，谁能想到对方现在居然玩真的。帕梅斯一脸坏笑地宣布，这可是有法律效力的契约，从今天开始她就是自己的儿媳妇了。听到这话，阿里内尔差点当场石化，儿媳妇这3个字简直是晴天霹雳。就在他拼命想要解释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帕梅斯笑着看向门口，说人已经到了。阿里内尔顺着视线看过去，走进来的是个银发蓝眼的小男孩，长得跟帕梅斯简直一模一样。阿里内尔心里咯噔一下，这小家伙难道就是……小男孩走到阿里内尔面前，优雅地行了个礼，自我介绍叫布里顿·塞恩·阿斯莱特。接着他微微一笑，宣布从今天开始自己就是他的未婚夫。阿里内尔彻底傻眼了，如果他就是布里顿，那事情可就真的大条了。在原著小说里，皇帝帕梅斯17岁那年，妻子在生下儿子时不幸去世，活下来的孩子就是眼前的布里顿。原著中的布里顿不仅完美继承了父亲的绝世美颜，还是个性格孤僻冰冷的皇太子。可眼前这个笑容温柔的小正太，真的是那个冰山皇太子吗？自己明明只是个路人甲，怎么一转眼就成了皇太子的未婚夫？看着眼前这一大一小2个银发帅哥，阿里内尔彻底凌乱了。这剧情到底歪到哪里去了？阿里内尔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他硬着头皮对眼前的皇帝解释，陛下那张纸真的只是个玩笑，让自己当儿媳妇根本不合理，能不能现在就放他回家，甚至不用借马车，他自己走回去就行。然而帕梅斯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嘴角的笑意让人心里直发毛。他轻声唤着阿里内尔的名字，周围的空气瞬间冷了下去。帕梅斯无奈地叹了口气，说：“看来自己刚才解释的还不够清楚。”他看着阿里内尔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已经回不去加尔内姆了。”阿里内尔整个人都懵了，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帕梅斯接着解释，加尔内姆发生了一场大火，虽然万幸没有人员伤亡，但那里已经彻底变成了一片废墟。加尔内姆起火了，阿里内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还没等他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帕梅斯就叫来了亚当，命令他要尽全力帮阿里内尔适应帝国的生活。接着帕梅斯眼神一沉，特意叮嘱亚当一定要把所有事情都解释清楚，好让阿里内尔彻底明白现在的处境。这语气根本不容他拒绝。亚当恭敬地弯下腰，对阿里内尔伸出手，请他跟着自己离开。一旁的布里顿也微笑着告别，说会一直等着他。帕梅斯更是笑得一脸温柔，安慰他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看着眼前这阵仗，阿里内尔心里只觉得发毛，自己怎么就这么被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帕梅斯交代完事情，就笑着挥手先走一步，把阿里内尔留给了亚当。阿里内尔心里直犯嘀咕，这到底哪里好了？亚当走上前说要带他去个地方，他蹲下身子看着阿里内尔，问他在这之前要不要先去见见他的父亲。听到这句话，阿里内尔整个人都傻了，父亲不是早就已经去世了吗？大门缓缓推开，看着眼前金碧辉煌的走廊，阿里内尔有些不敢相信，他忍不住询问身旁的亚当，这里真的是我家吗？亚当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里就是麦拉庄园，是他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而亚当自己则是侍奉了他父亲多年的骑士。
亚当带着他停在了一幅画像前，指着画像上的金发男子说：“这就是你的父亲海森。”亚当缓缓开口，揭开了尘封已久的秘密。原来他的父亲是北方大公国的海森侯爵，而他的母亲则是帝国最顶尖的女骑士。阿里内尔看着画像有些恍惚，这长相确实和母亲描述的一样，可母亲以前明明说过，父亲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官，怎么突然成了高高在上的侯爵？亚当笑着摇了摇头说：“这还不算完，他的父亲当年不仅是侯爵，更是一位极其罕见的顶级大精灵使，而阿里内尔完美继承了这股高贵的血脉。”看着有些不知所措的阿里内尔，亚当语气温柔的承诺自己会一直守护在他身边。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太久。亚当把阿里内尔送回房间，劝他早点休息，毕竟今天发生了太多事情。可房门刚刚关上，阿里内尔就直接瘫倒在床上，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平日里温和的奇莫叔叔，真实身份居然是原著里的暴君皇帝，而自己那对便宜父母，一个是顶尖女骑士，另一个是高贵的侯爵兼大精灵使，这设定简直有些离谱。更让他想不通的是，加尔内姆村庄怎么会突然被烧毁？那些失踪的村民又去了哪里？本以为自己只是个路人甲，怎么一转眼就卷进了这么大的阴谋里？半夜3更，窗外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敲击声，这下他彻底没有了睡意。这里可是城堡的3楼，深更半夜谁会来找他？难道又有不速之客闯入？阿里内尔警惕地推开窗户，结果看清外面的景象后，他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月光洒落在窗外，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坐在树枝上。阿里内尔忍不住脱口而出：“马斯！”马斯动作清洁地翻窗进屋，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身影，阿里内尔脑子里全是问号，他到底是怎么找过来的？不过现在也顾不上想那么多，他光着脚直接扑了过去，死死抱住对方。阿里内尔带着哭腔说道：“马斯，你终于来了，我真的好想你。”激动过后，他冷静下来，忍不住低声询问对方：“这里可是戒备森严的皇宫，你到底是怎么摸到这儿来的？”阿里内尔拉着马斯的手，有些抱歉地向他解释：“对不起，之前没能联系你，因为我被人绑架了。不过，你看我现在已经没事了。”接着他有些苦恼地叹了口气：“我以后可能要一直住在这里了。这件事情说起来太复杂，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解释。”听完这些，马斯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突然伸出手轻轻抓住了他的肩膀。阿里内尔有些疑惑地看着他，马斯虽然对方什么都没有说，但肩膀上传来的温度却让他感到无比温暖，就像在无声地告诉他：“别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马斯默默掏出一个包裹，递到了阿里内尔面前。阿里内尔有些纳闷，他大半夜带了什么东西过来？等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整个人顿时愣住了，里面躺着的居然是他写了很久的日记本，还有那个从小陪着他的兔子玩偶，这可是他在加尔内姆时最宝贝的几件东西。本以为那场大火过后，所有的回忆都已经化为灰烬，没想到还能再次见到他们。阿里内尔感动得红了眼眶，看着马斯轻声说道：“你居然大老远把这些带给我，谢谢你，马斯。”不过感动之余，阿里内尔也开始暗自琢磨，既然加尔内姆突然起火，很有可能是奇莫叔叔派人干的，那马斯是不是在村里发现了不对劲，才一路暗中跟着马车摸到了这个地方？以马斯的身手，这确实不是难事。既然加尔内姆村庄已经没了，阿里内尔突然想到，马斯现在肯定也无家可归。他急忙转身想去帮马斯安排一个房间，可还没等他迈开步子，马斯就一把拉住了他，轻轻摇头拒绝了他的好意。阿里内尔有些焦急地劝说自己，现在好歹是这里的主人，让他千万不要客气。可马斯的态度十分坚决，阿里内尔这才反应过来，难道他已经找好了落脚点？虽然松了一口气，但他心里还是有些空落落的。他有些依依不舍地拉着马斯，非要他答应以后经常来看自己。看着阿里内尔认真的样子，马斯轻轻点了点头，随后一个闪身再次消失在夜色之中。阿里内尔抱着失而复得的兔子玩偶，站在窗前凝视了很久。转眼到了第二天清晨，城堡里一大早就热闹了起来，女仆们急匆匆地推开房门，一边帮阿里内尔梳洗打扮，一边念叨着今天有银行的人来拜访。看着镜子里被华丽洋装包裹的自己，阿里内尔一时间有些不习惯，这感觉就像是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豪门大小姐。看着镜子里繁琐的裙子，阿里内尔简直一个头两个大，天天这么折腾，谁受得了？更让他心里犯嘀咕的是，这个突然找上门的雨果布林特银行，在原著小说里名声可不怎么好，这大老远的突然找过来，能有什么好事？不过抱怨归抱怨，该见的人还是得见。阿里内尔换好衣服，来到会客室，礼貌地跟莱克打了个招呼。对方一见他进来，赶紧站起身行礼。这个戴眼镜的男人叫莱尔斯，是这家银行的员工。他客气地请阿里内尔坐下，准备切入正题。这一坐下，对方就直接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原来阿里内尔那位已经过世的父亲，也就是前任麦拉侯爵，居然在他们银行留了一笔神秘的信托基金。莱尔斯递上手里的文件，说自己今天过来就是为了交代这笔基金的数额。结果他一开口，直接爆出了一个天文数字，整整1000万布林。阿里内尔拿着文件，一时间连话都说不利索了。1000万布林是什么概念？在脑子里飞快一算，这购买力差不多相当于1000万美元。这下真的发财了，神秘身世加上巨额遗产，妥妥的人生赢家模板。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对面的莱尔斯却突然话锋一转，有些尴尬地表示，很遗憾这笔钱他现在还不能拿。这字还没签下去，对方就泼了一盆冷水。阿里内尔顿时急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听到这话，阿里内尔当场就急了，到嘴的鸭子怎么能飞了？莱尔斯赶紧安抚他，递上一份前任侯爵亲自签下的条款，
阿里内尔拿过来一看，条款上写的清清楚楚，必须等受益人成年才能继承财产。他现在才10岁，也就是说还要再等整整7年，这让他彻底泄了气。还没等他缓过神来，莱尔斯却突然变了副嘴脸，说这笔信托的年化收益只有3%，而他今天过来其实是想推荐一个更赚钱的理财项目。莱尔斯打开箱子，极力推销他的理财项目，声称只要把钱投进来，等他成年取钱时收益绝对翻倍。阿里内尔听得直揉太阳穴，这不就是看他年纪小，跑来忽悠小孩子的骗子吗？莱尔斯还在口若悬河地拿别的贵族少爷当案例，阿里内尔直接打断他，问他刚才说的第一个项目具体的收益结构是什么。莱尔斯明显愣了一下，硬着头皮解释说，只要魔力石价格上涨，就能拿到10%的收益，还想用小孩子听不懂来糊弄过去。阿里内尔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抛出致命疑问，问他最大亏损是多少。莱尔斯彻底慌了，支支吾吾的回答，最大亏损是50%。莱尔斯心里直犯嘀咕，觉得这小丫头肯定是听到了风声，于是笑着解释说，过去3个月的收益率相当惊人。阿里内尔直接打断他，追问年平均收益率是多少。莱尔斯一下子慌了神，还想拿3个月的收益率糊弄过去。阿里内尔冷冷地看着他，强调自己问的是年平均收益率。莱尔斯彻底编不下去了，只能承认目前其实处于亏损状态。看着阿里内尔严肃的表情，莱尔斯赶紧找补说，这只是魔力石价格的暂时波动。阿里内尔冷笑一声，问他知不知道向自己推销高风险产品可以去金融监管机构投诉他。莱尔斯整个人都傻了，没想到一个10岁的小女孩居然连金融监管机构都知道。阿里内尔懒得再跟他废话，直接喊了亚当的名字。门唰的一下被推开，亚当走了进来，询问小姐有什么吩咐。阿里内尔指着对面的男人，让亚当把这位银行员工送出去。莱尔斯这下彻底慌了，惊呼着向小姐求情。阿里内尔可没打算就这么算了，接着说要顺便告诉银行，他要更换信托管理人，不能把父母的遗产交给不值得信任的人。莱尔斯直接跪倒在地上，求饶说以后再也不敢推荐高风险项目，求小姐再给他一次机会。阿里内尔根本不为所动，冷冷的让亚当送客。亚当直接挡在莱尔斯面前，警告他别再打扰小姐，立刻跟他走。莱尔斯这下彻底没戏了，只能老老实实的被带走。这个心怀鬼胎的家伙终于被解决了。看着莱尔斯被带走，阿里内尔冷哼了一声，看对方刚才那副肉疼的模样，这笔信托基金里绝对有猫腻。这家雨果布林特银行怎么看都觉得不靠谱，既然已经打草惊蛇，就必须好好查查未来会发生什么。阿里内尔拿出日记本，这里面肯定记着关键线索。早在4岁那年，他就发现自己转生成了阿里内尔。为了以防万一，他特意用前世的韩文把原著小说的剧情全写在里面。他仔细辨认着日记本上的字迹，总算找到了关键线索。原来在原著里，因为暴政引发了大饥荒，导致帝国经济彻底崩溃。2年后，这家雨果布林特银行就会破产，存着巨额遗产的银行要倒闭，这等于到手的钱要打水漂。阿里内尔把日记本一合，这笔遗产绝对不能就这么没了，但光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解决银行倒闭和全国饥荒，他必须找个有权有势的盟友。阿里内尔叫住旁边的亚当，问他知不知道现在是谁在管着帝国的粮食供应。亚当耐心地解释，粮食供应是由经济大臣谢格弗里德公爵掌控的。阿里内尔重复着这个名字，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亚当接着说，谢格弗里德公爵是陛下的亲信，不仅掌管着国库和财政，而且出身名门，权势大的惊人。阿里内尔赶紧翻开日记本，寻找关于这个名字的记录。这一查，他整个人都傻了。日记本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这个谢格弗里德公爵竟然带兵入侵邻国，不仅抢夺粮食和财物，还残忍地屠杀了无数士兵和百姓。他不仅残暴，而且极具毁灭性，想找他当盟友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本想找个靠山，结果对方居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这下计划全打乱了。看着阿里内尔愁眉苦脸的抱着日记本，亚当有些好奇地问他手里拿的是什么。阿里内尔有些心虚地回答，这只是他的学习笔记。亚当顿时感动地问，小姐难道已经开始学习，准备重建侯爵领地了吗？看着亚当崇拜的眼神，阿里内尔只能尴尬地承认，心中无奈地叹了口气，这误会真是越来越深了。虽然谢格弗里德公爵是最佳人选，但人家凭什么听他的？一个10岁的小孩跑去说要闹饥荒，对方不把他当疯子才怪。之前在加尔内姆时，他还能靠囤积红甜菜来防患未然，可现在事情没那么简单了。阿里内尔抱紧了日记本，他不仅要保住父亲留下的遗产，更不想眼睁睁看着大家死于饥荒。既然已经成了贵族继承人，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坐以待毙，必须尽快找到一个靠得住的盟友。而此时，在帝国的另一边，一场秘密会议正在悄然进行。一个神秘女人缓缓开口，问对方是不是已经听说了那个消息。神秘男人接着说，那个孩子终于进城了，等了这么久，这一天终于来了，接下来的计划也该动一动了。刚适应新家没几天的阿里内尔，突然收到皇帝毫无预警的召见圣旨，这让他感到十分困惑，于是向身边的亚当打听情况，为什么皇帝会待在加尔内姆这种偏僻地方。亚当叹了口气，说出隐藏多年的秘密。当今皇帝当年还是4皇子的时候，被其他兄弟逼得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为了保命，他只能装作放弃继承权，在这个偏僻地方一躲就是10年。
这其实是他为了麻痹对手部下的大旗，只等敌人放松警惕，便给予致命一击。阿里内尔听完后，心里直犯嘀咕。亚当笑着解释说，这里是最好的藏身处。他顿时想起齐莫叔叔当年念叨的计划，原来这位新皇帝把计划提前了不少。亚当有些惊讶，小姐竟然知道这件事，透露原本13年的计划被陛下提前了，虽然提前登基，却也多花了1年时间，才将所有的政敌彻底清理干净。听到清理2个字，阿里内尔心里一惊，紧张地追问那些反对他的皇子去了哪里。亚当依旧保持着温和的微笑，说他们自然是去地底下陪伴先皇了。这轻描淡写的话让阿里内尔后背发凉，眼前的帕梅斯果然是个残暴的暴君。阿里内尔深知眼前的皇帝帕梅斯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温和的齐莫叔叔，即便现在对自己客气，也必须保持警惕。就在他吃着蛋糕暗自琢磨的时候，皇帝帕梅斯毫无预兆地推门走了进来，这让阿里内尔吓得有些结巴。帕梅斯看着他，语气中带着一丝幽怨，抱怨他以前总是缠着自己，现在想见他一面却变得如此困难。帕梅斯一脸深情地向他抱怨，每次在办公室看到金发的人，都会误以为是阿里内尔在等他。为了避免这种空欢喜的烦恼，他甚至打算下一道荒唐的禁令，除了阿里内尔，不准任何金发者进宫。阿里内尔听完后，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告诫自己，千万别被甜言蜜语迷惑，这个喜怒无常的暴君肯定另有图谋。为了尽快打发走眼前的皇帝，他试探着询问陛下现在是否很忙。帕梅斯却温柔地表示陪他才是最重要的，无论多忙，见他永远都排在第一位。这连番的情话让阿里内尔不知所措。帕梅斯突然挽起衣袖，露出手臂，解释说昨天因为急着见他撞伤了胳膊。阿里内尔见状，连忙凑上前去查看，责怪他怎么能如此不小心。看着那道伤口，他心里有些自责，后悔出门时没有带上家里的药膏，还担心这道伤口会不会留下疤痕。他叹了口气，叮嘱他以后要多加小心，看到他受伤，自己心里也会难受。帕梅斯眼神温柔地轻唤了他的名字，他温柔地抚摸着阿里内尔的头发，感谢他一直以来都这么坚强善良。接着他又提出一个惊人的想法，如果嫌进宫太远，就把皇宫搬到麦拉领地。阿里内尔急忙劝阻陛下不要开玩笑，帕梅斯却一脸认真地强调两人已是家人，而且他已经将结婚誓言送去了神殿。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阿里内尔气得大喊让他别擅自做决定，可许多抗议的话终究没能当面说出口。直到帕梅斯离开，亚当走上前来询问，看着无精打采的小姐，亚当满脸担忧。亚当关切地询问刚才的午餐是否合胃口，阿里内尔只能尴尬地笑着说挺好的。其实他心里早已乱成了一团乱麻，本想和这位喜怒无常的叔叔保持距离，没想到所有的计划都彻底泡汤了。但回想起相处的细节，齐莫叔叔的好确实是真真切切，没有任何伪装，这与原著中残暴的暴君形象完全不符，让他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就在他为以后的相处方式发愁时，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轻柔的呼唤，转过头便看到布里顿正站在不远处，有些依依不舍地询问他是否要离开。阿里内尔愣在原地，他本想尽可能避开这个关键人物，没想到今天竟然直接撞了个正着。他下意识想要找借口赶紧溜走，还没来得及迈开腿，就被布里顿叫住。布里顿快步跟了上来，语气中带着恳求，希望占用一点时间与他好好谈谈。看着对方真诚的眼神，阿里内尔叹了口气，知道自己若是再拒绝，就显得太不近人情，看来这一关终究是躲不过去了。两人在夕阳下的花园里散步，阿里内尔猜测对方是因为结婚誓言的事才会特意跑过来接近自己，于是他决定开门见山地把话挑明，询问布里顿如何看待这桩被定下的婚约。他指出这只是一场违背个人意愿的政治联姻，娶一个从未见过的女孩对他并不公平，提议两人一起想办法向陛下争取退婚。话还没说完，布里顿突然停下脚步，神情极其认真地看着他，反问他是否觉得这桩婚约是不公平的。这出乎意料的反问让阿里内尔顿时语塞。布里顿看着他认真的承诺，以后会加倍努力，绝不让他感到委屈。随后有些不好意思的坦白心声，其实自己一直非常期待这场婚礼，甚至经常因为兴奋过度而失眠散步。遗憾的是两人现在年纪还太小，必须等待好几年才能正式成婚，但他希望在此之前能够经常见到他。看着愣在原地的阿里内尔，布里顿笑了起来，坦言自己是真的很喜欢他，也希望他对自己抱着同样的心意。不知不觉天色已经变黑，布里顿轻轻执起阿里内尔的手，行了一个优雅的吻手礼。他温柔地向阿里内尔告别，祝愿他今晚能有个好梦。直到坐上回程的马车，阿里内尔依然有些晕乎乎的。这一天经历的事情实在太多，他只觉得身心俱疲。亚当在旁看着十分心疼，体贴地询问他回去要不要吃点甜食放松一下。阿里内尔有气无力地道谢，他现在确实需要甜食来治愈疲惫。虽然这次见面有些措手不及，但也帮阿里内尔理清了思路。回想起刚才的交谈，他曾试探着向皇太子请教，如果知道关乎帝国未来的大事，却没人相信该怎么办。布里顿当时认真地帮他出谋划策，他提到麦拉侯绝海森威名赫赫，作为帝国的大元素使，说话的分量非同一般。布里顿解释说，大家信不信不取决于事情本身，而是取决于说话的人是谁。只要说话的人足够有威信，大家自然就会深信不疑。布里顿的话一直在他脑海中回荡，想要阻止2年后的那场大饥荒，光靠他一个人根本不够，必须拿到皇帝和4位大臣的信任。
回到房间后，阿里内尔看着身边的亚当，坚定地表示自己已经想好了，他要重建麦拉家族，恢复家族以前的荣光，为此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希望亚当能把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亚当听后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没想到小姐会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激动地表示侯爵大人一定会感到骄傲。这条重建家族的路总算是迈出了第一步。亚当看着眼前的阿里内尔，觉得现在正是时候。他带着一头雾水的小姐来到书房，解释说，除了留给银行的部分，老侯爵其实还留下了另一份秘密遗产，而且这份遗物不需要等到成年就能开启。亚当指着案柜上的神秘手印，让阿里内尔把手贴上去。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机关，阿里内尔不禁暗自琢磨，父亲留给他的这份大礼究竟会是什么？阿里内尔把手贴了上去，伴随着一阵光芒，案柜缓缓打开，里面居然藏着一个保险箱。亚当坦言自己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但老侯爵交代过，只要有人能继承他的意志，就带那个人来这里。这里面的宝贝对整个帝国来说都有着极高的元素价值。阿里内尔心里直犯嘀咕，现在世上的元素石本来就少，到底是什么宝贝能帮到整个帝国？既然想不明白，他干脆提议直接把它砸开。看着魔力十足的保险箱，阿里内尔有些犯难，没有钥匙根本打不开，难道还要先证明资格才能拿到钥匙？亚当笑着摊开手掌，直接把一颗圆形钥匙递了过去，这让阿里内尔有些哭笑不得，这么重要的宝贝居然给得这么随便。不过他还是道谢并接过了钥匙，随着圆形钥匙卡进凹槽，盒子唰的一下亮了起来。第一步算是成功了，可剩下的三角形和正方形钥匙又该去哪里寻找？关于剩下的钥匙，亚当推测其中一把应该在北方麦拉大公国的祖宅里。阿里内尔有些纳闷，自从父亲去世后，两边不是早就断了联系吗？亚当解释已经送去了消息，只是路途遥远，还需要等待回信。至于最后一颗钥匙，亚当推测老侯爵可能托付给了关系亲近的元素石。为了把人引出来，亚当已经在报纸上登了阿里内尔继承家业的消息，就等着对方主动找上门。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任何元素石主动联系，看来登报的办法行不通。亚当保证会通过其他渠道继续打听。阿里内尔笑着向他道谢，看着盒子上空着的凹槽，他暗下决心绝不放弃。这时亚当突然一拍脑门，掏出一封麦拉大公国寄来的舞会邀请函。阿里内尔赶紧询问舞会的时间，得知就在3天后时，他顿时愣在了原地。他抱着盒子一脸发愁，自己连侯爵府的生活都还没适应，这就要去大公国社交了。亚当赶紧安慰他，并提议请个厉害的礼仪老师。但紧接着亚当的脸色有些迟疑，他提醒说这次宴会的主角拉里尔小姐可能对他不会太友好，因为拉里尔一直暗恋着皇太子布里顿，而阿里内尔偏偏是布里顿的未婚妻，还没出门就先树立了一个情敌。想到要在第一次社交舞会上面对情敌拉里尔的针对，阿里内尔有些想打退堂鼓，但亚当摇了摇头，透露这次舞会非常重要，因为有一个关键人物也会去。听到那个人的名字后，阿里内尔彻底坐不住了。转眼到了舞会当天，阿里内尔换上礼服走下马车，为了那个重要的人，他今天必须硬着头皮上了。虽然经过了3天的突击训练，阿里内尔心里还是直打鼓。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主动走上前去打招呼，祝拉里尔小姐生日快乐，并自我介绍是阿里内尔麦拉。然而对方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连个正眼都没给，直接转过头去和别人聊天，一上来就吃了个闭门羹，让阿里内尔有些尴尬。看来这场社交比想象中还要残酷，就算做好了心理准备，可被人当众这么冷落，阿里内尔心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看来亚当之前说的没错，这位拉里尔小姐真的很讨厌他。不过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今天还有更重要的人要来，为了拉拢到强力的盟友，他必须把面子功夫做足。阿里内尔深吸一口气，主动递上了精心准备的礼物。拉里尔小姐，这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生日礼物，希望您能喜欢。拉里尔斜着眼瞅了瞅，最后还是装作客气的收了下来。哎呀，真是谢谢你了。虽然收了礼物，但拉里尔转头就继续和别人说笑，根本没打算多搭理他。面对拉里尔的冷落，阿里内尔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得更加灿烂。他主动介绍其礼物，这是用庞普尔草药做的空气清新剂，能让人身心放松。拉里尔看着手里的东西，心里顿时有些不爽，这丫头是在故意向他炫耀吗？还没等拉里尔发作，阿里内尔又笑着补了一刀，而且他还有一个神奇的功效，专门治疗那些舌头僵硬、说话不利索的人。拉里尔整个人都愣住了，这不就是在拐着弯骂他刚才装聋作哑吗？阿里内尔笑眯眯地送上最后一击，所以请您一定要好好使用它啊。要是换做普通小孩子，这会儿估计早就气炸了，但阿里内尔根本没心思陪大小姐玩过家家。就在这时，大厅里突然传来一阵骚动，连钟声都响了起来。阿里内尔有些纳闷，这又是出什么事了？等他看清来人的时候，终于知道自己今天等的主角到了。这位可是社交界的传奇人物，更是掌控帝国的4位大臣之一。皮奥莱内夫人居然真的来了。作为帝国宫廷总管，皮奥莱奈夫人是社交界真正的幕后大佬。在过去的20年里，帝国社交界的名媛几乎全由他一手调教，每个贵族母亲都挤破了头想把女儿送到他的门下。可惜他的挑选标准高得吓人。亚当之前就提过，他今天来这场舞会就是为了挑选新的继承人。阿里内尔看着走来的皮奥莱娜，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这张脸怎么看起来如此眼熟？阿里内尔整个人都傻了，眼前位高贵的夫人，不就是当初对他特别温柔的皮奥莱特阿姨吗？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皮奥莱娜已经笑着走了过来。哎呀，小姐，你看起来真是才华横溢呢。日安麦拉小姐，
接着皮奥莱娜凑到他耳边低声说：“今天来这一趟真是太值了。”这亲昵的举动一下子让全场炸开了锅，旁边的贵妇们纷纷交头接耳，打听这丫头到底是什么来头。有人说她是各大元素使的女儿，还是未来的准皇太子妃，但也有人酸溜溜的嘲讽，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以前不就是个种地的平民吗？拉里尔在旁边听得心里直打鼓，大家怎么都想不通，皮奥莱娜夫人怎么会看上这种乡下丫头，甚至还打算亲自教导她。听到旁边有人嘀咕自己是洗抹布的粗人，阿里内尔心里冷笑，这些话他听得一清二楚。拉里尔一看到他，赶紧凑上去套近乎：“我是拉里尔·麦克哈特，非常荣幸您能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我一直都很崇拜您。”为了不让阿里内尔抢风头，拉里尔故意把他挡在身后，用眼神警告他识相点，赶紧退下。皮奥莱娜夫人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声，祝他生日快乐。紧接着夫人的语气突然冷了下来，不过要是你的品格能再正直一点，以后说不定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淑女。这话一出，拉里尔直接僵在原地，当众给拉里尔泼了冷水后，皮奥莱内转头对阿里内尔发出邀请：“麦拉小姐，能陪我走走吗？”阿里内尔受宠若惊，赶紧答应下来，只留下拉里尔在旁边干瞪眼。两人避开喧闹的人群，来到了安静的后花园，看着眼前这位高贵的夫人，阿里内尔终于忍不住试探着问：“请问您是皮奥莱特阿姨吗？”听到这个久违的称呼，皮奥莱娜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整个人都温柔了下来。哈哈，我可想死你了，阿里内尔。他像以前一样亲昵地摸了摸阿里内尔的头，这下阿里内尔彻底放心了。原来这位大名鼎鼎的宫廷总管，真的就是当年那个温柔的阿姨。阿里内尔还是有些不敢相信，皮奥莱特阿姨真的是您吗？这太让人惊喜了。皮奥莱娜笑着回答：“我们太久没见了，所以刚才故意逗逗你。你怎么变得更可爱了？”阿里内尔有些好奇：“您是因为知道我会来，才特意参加这场宴会的吗？”皮奥莱娜一把抱住他：“傻孩子，我当然是来看你的，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看着怀里的女孩，皮奥莱娜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这些年你一个人一定很孤单吧？没等阿里内尔回答，皮奥莱娜已经满是歉意的解释：“原谅我当年不告而别，那时候局势太危险，我实在没办法带你一起走。”皮奥莱娜紧紧握住他的手：“不过现在好了，你再也不用担心了。”皮奥莱娜温柔的承诺，以后会一直陪在阿里内尔身边，尽力帮他。听到这句话，阿里内尔再也忍不住了，他想起以前在加尔内姆的日子，那时候皮奥莱娜总是无微不至的照顾他，甚至还会亲自送来刚摘的蔬菜，这份温暖是他最难得的依靠。阿里内尔紧紧抱住眼前的贵妇，轻声喊着皮奥莱娜夫人，说自己真的很想她。有了这位长辈的庇护，他在冷酷的社交界终于不再是孤身一人。到了晚上，亚当得知这个消息后高兴坏了：“小姐，要是老侯爵知道您能接受皮奥莱娜夫人的教导，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欣慰的。”亚当也忍不住感叹：真没想到这位曾经辅佐陛下的高官，当年居然也隐居在加尔内姆。看来麦拉家族的复兴真的有希望了。既然找到了这么大的靠山，亚当提议明天就把这个好消息禀报给陛下。结果阿里内尔一听，直接被茶水呛了个正着。他连连摆手说自己明天去不了，因为早就有了别的安排。亚当有些纳闷，什么事能比这还重要？阿里内尔神秘地笑了笑，说自己要去见一个很久没见的珍贵朋友。阿里内尔来到热闹的首都广场，看着中央那尊阴森的皇帝雕像，他心里忍不住直犯嘀咕。在人群中扫视了一圈后，他终于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阿里内尔高兴地大喊马斯。阿里内尔问他这一路上有没有迷路，马斯点了点头，两人总算是顺利碰头了。阿里内尔拉起马斯的手，兴冲冲地在前面带路，说前面不远处有个适合野餐的地方。他今天攒了一肚子的话，迫不及待想要和旧友分享，让马斯做好当听众的准备。马斯温柔地笑了笑，点头答应了下来。两人在草地上坐下后，阿里内尔一边吃着东西，一边说起了最近的烦心事。他提到皮奥莱特阿姨的真实身份，竟然是帝国的宫廷总管阿伦斯夫人。虽然对方承诺以后会一直帮他，但他到现在整个人都还是懵的。阿里内尔叹了口气，对马斯吐露着心声，觉得最近身边的一切都在发生改变，不仅关系变了，还要学习繁琐的贵族礼仪。不过他很快又打起精神，坚信自己一定能适应新环境，重新把领子建设好。马斯看着干劲满满的女孩，只是笑着点了点头，表示支持。阿里内尔突然想起了什么，在包里翻找出一罐红色糖果，递到了马斯的面前，说是为了感谢他之前帮忙带东西。看着这份突如其来的礼物，马斯一时间有些愣神。阿里内尔生怕礼物会给他带来负担，赶紧笑着解释这只是无聊时的甜嘴零食。马斯轻轻点头收下了礼物。阿里内尔顺口问起他什么时候来的首都，有没有找到落脚的地方。马斯沉默了一会儿，捡起旁边的树枝，在地上写下搬家2个字。阿里内尔有些吃惊，马斯则继续在地上写着，解释自己原本和家人一起住在首都。阿里内尔疑惑地追问，他以前不是一直一个人住吗？既然家在首都，之前为什么会住在加尔内姆？马斯没有直接开口回答，而是用树枝在地上写下家业2个字。面对阿里内尔的追问，马斯只是固执地重复写着这2个字，不肯多做解释。阿里内尔看出他有事隐瞒，但想到他现在和家人在一起不会挨饿，也就体贴的不再继续追问。每个人都有不想说的事，就像他自己一样，既然他不想多说，那他也就不打算继续追问了。阿里内尔有些不舍得问他是不是要走了，马斯轻轻点了点头，他伸出手和他道别说回头见。阿里内尔也笑着向他告别。转眼到了晚上，回到房间的阿里内尔看着桌上的资料，心里却怎么也静不下心来。既然齐莫叔叔
和皮奥莱特阿姨，全都是深藏不露的大人物。那一直照顾他的阿莫斯叔叔，会不会也有一层惊人的身份？当年只有阿莫斯叔叔认真听他的饥荒预言，甚至还手把手教他经济学。如果他也是贵族，大概率会是一位学者。阿里内尔决定给皇家学院写信，排查所有名字相似的学者。他立刻铺开信纸，在信里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提到了那场即将到来的大饥荒，期盼着能和阿莫斯叔叔联手拯救更多人。他在信的末尾写下：如果收信人真的是阿莫斯叔叔，请一定要给他回信。这时亚当推门走了进来，劝他不要把自己累坏了。阿里内尔笑着表示，为了重建侯爵领这点辛苦不算什么，随后便把刚写好的信递给亚当，让他帮忙寄到皇家学院去。交代完寄信的事，阿里内尔顺口问起亚当的来意。亚当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已经把银行的信托管理人给换了，对方再也没机会在背后搞小动作了。阿里内尔高兴坏了，忍不住大声夸奖亚当办得漂亮。亚当笑了笑，接着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皇宫那边准备发放一笔抚恤金，用来补偿他过世的父母。阿里内尔听到抚恤金3个字愣住了，这笔钱对入不敷出的侯爵家来说简直就是救命钱，否则他迟早要面临破产的危机。他有些紧张地追问这笔钱到底有多少。亚当收起笑容，缓缓说出了那个数字：每个月5万布林。这个数字直接把阿里内尔听傻了。亚当在一旁松了口气，笑着安慰他，有了这笔钱，领地基本的开销和财政就能暂时稳定。可阿里内尔却摇了摇头，表示如果想真正重建侯爵领，光靠抚恤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得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阿里内尔信心满满的宣布，他这次打算一石二鸟。夜色笼罩着整座城堡，四周一片安静。草地上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来人缓缓摘下脸上的面具，露出了布里顿那张精致的脸庞。他在随身携带的包里翻找着，最后拿出一罐装满粉色糖果的玻璃罐。原来这个被他放在心尖上的朋友就是布里顿。他在月光下静静等待，嘴里轻声呢喃着阿里内尔的名字。阿里内尔寄出的那封信已经送到了皇家学院，两个研究员拿着信在走廊里小声嘀咕，其中一人不屑地抱怨：什么大饥荒，简直是胡说八道。另一人也跟着附和，觉得写信的人真是闲得慌，而且信上指名道姓要找阿莫斯，可他们这儿根本没这号人。他们越说越气，正准备把信揉成一团扔掉，询问的声音突然从后面传来。研究员刚想发火，一回头却整个人都愣住了。来人正是克莱德。两个研究员吓得赶紧行礼，嘴里直喊公爵大人。谁能想到阿里内尔苦苦寻找的阿莫斯叔叔，真实身份竟然是帝国的公爵克莱德。面对慌张的研究员，克莱德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威严，命令他们把信交出来。研究员吓得赶紧解释，说这只是封无聊的恶作剧，根本不值得院长大人亲自过目。可克莱德根本不听这一套，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克莱德仔细看完信上的内容，突然叹了口气，低声自言自语道：这孩子确实不是在轻松的环境下长大的。研究员在一旁听得一头雾水，克莱德直接把信收了起来，打发他们回研究室去。看着手里的信，克莱德的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轻声呢喃着：阿里内尔，你已经在找我了。克莱德觉得这孩子确实聪明，居然能想到用这种方式来找他，这让他更加期待两人的见面了。画面一转，阿里内尔正在接受严格的仪态训练，皮奥莱纳坐在一旁不停地鼓掌，夸赞他不仅动作优雅，身体也出奇的灵活。看来自己的眼光确实没错。不过接下来的训练方向却开始变得有些奇怪。皮奥莱纳一边示范，一边让阿里内尔把重心移到左脚，还要想象自己变成了一只仙鹤。听到这儿，阿里内尔整个人都懵了，这贵族礼仪怎么还要学仙鹤走路？皮奥莱纳却一脸认真的解释，穿着这身厚重的礼服，走起路来就要像仙鹤跳舞一样。皮奥莱纳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这姿势练好了，在别人眼里那就是优雅的天鹅，甚至已经开始幻想阿里内尔惊艳全场的画面，这让阿里内尔在后面一脸无奈，实在无法理解贵族圈的审美。不过吐槽归吐槽，训练还是得继续。皮奥莱纳笑着问他撑不撑得住。阿里内尔可不是娇气的大小姐，以前在领地干农活攒下的体力，应付这点训练根本不在话下。两人这一练，直接练了大半天。等终于能坐下来喝口茶休息时，皮奥莱纳突然提起了正事，询问他是否还在担心大饥荒。阿里内尔神色变得严肃起来，认真的回答：当然，我从来没有开玩笑。阿里内尔心里很清楚，未来的灾难避无可避，他很想把原著里饥荒的惨状说出来，但又怕对方根本不会相信。就在他犹豫的时候，皮奥莱纳却突然开口了，温柔地表示自己相信他，但如果真有那么可怕的灾难，光靠现在的准备是远远不够的。阿里内尔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还是想尽力试一试，表示哪怕只能多救一个人，自己也想尽力去试试。看着眼前这个坚定的女孩，皮奥莱纳叹了口气，直言如果想让她全力支持，就必须拿出能说服所有人的证据。这下可把阿里内尔难住了，他该怎么证明一个还没发生的未来？皮奥莱纳看着眼前的女孩，其实心里已经有了打算。他笑着凑了过去，说自己也不是不能破个例，只要阿里内尔能给他足够的信心，让他觉得值得为这孩子赌上自己的政治生涯。阿里内尔听得一愣，有些不解地追问是什么信心。皮奥莱纳把手搭在他的肩上，神色变得无比认真，解释这指的是人生道路的选择。他一直都在等一个合格的继承人，既然阿里内尔已经是他的学生，如果真的下定决心要走这条路，这分量可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不仅仅是帮忙，而是要让他继承自己的衣钵。阿里内尔整个人都听傻了，继承人这决定也太突然了。皮奥莱纳
却是一脸认真，表示只要阿里内尔愿意，自己会把所有的社交手段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他，帮他彻底坐稳皇太子妃的位置。听到这儿，阿里内尔心里直犯嘀咕，这怎么听着那么像大学教授在忽悠研究生？虽然对方给出的条件很诱人，但阿里内尔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真诚地感谢夫人的看重，却还是委婉地拒绝了。这句拒绝一出口，皮奥莱娜直接愣住了。阿里内尔看着他，神色无比坚定地表示自己有想要走的路。皮奥莱娜听完不仅没生气，反而欣慰地笑了起来。这丫头比想象中还要聪明，根本没轻易掉进他的套路里，这反而让他更想收这孩子为徒了。皮奥莱娜拉过阿里内尔的手，神色认真地叮嘱他，既然选了和他父亲一样的路，那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这条路可一点都不好走，不过他还是给阿里内尔留了退路，要是哪天想通了，随时可以回来跟他学习。阿里内尔心里暖洋洋的，表示自己确实想拯救帝国，但不想让夫人为他赌上政治生涯。听到这开诚布公的话，皮奥莱娜心里一阵感动，这孩子真是懂事的让人心疼。不过阿里内尔可没打算空手而归，他接着表示自己确实有一件事需要帮忙。皮奥莱娜有些好奇，这丫头又在打什么算盘？阿里内尔微微一笑，抛出了自己的真正目的，询问夫人能否帮他引领一个潮流。皮奥莱娜听完一愣，有些琢磨不透这丫头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不过这位社交界的女王很快就明白了她的意图，笑着表示如果只是这件事，对自己来说还真不算难。阿里内尔一听顿时乐了，赶紧甜甜的向夫人道谢。一转眼几天过去，一辆马车在林间飞驰，最后缓缓停在了目的地。阿里内尔走下马车，这里就是茶会主办人的住处。刚一落地，一个穿着黄色洋装的绿发女孩就兴冲冲地迎了上来，激动地自我介绍，说是安纳斯家的艾琳。阿里内尔笑着跟她打招呼，看着艾琳那满是期待的眼神，心里却有些心虚，毕竟他这次来参加茶会，可不是为了单纯的交朋友。阿里内尔一进入茶会现场，大家就热情地围了上来。他发现这些女孩平时很少露面，态度比生日宴上的那些人真诚得多。短发的席勒和害羞的朱莉主动走上前来向他打招呼。阿里内尔微笑着自我介绍，其实他早就摸清了所有人的底细，这次聚会是他仔细研究名单后特意做出的选择。自从上次的生日宴会之后，送往他府邸的邀请函堆积如山，而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他之所以来参加这个茶会，是因为看中了这几个女孩的背景。主办人艾琳的家族握有大量房产，席勒的家族掌控着地下仓库生意，朱莉的家族在物流分销举足轻重，这三家联手就是完美的商业闭环。只要能在这场茶会上拿下他们，就能为未来的计划提供决定性助力。艾琳有些受宠若惊地表示，没想到今天能迎来阿伦斯夫人的得意门生。他们这个圈子叫拉皮奥莱，成员全都是阿伦斯夫人的崇拜者，因为大家出身都不算显赫，根本没敢想过能引起社交女王的注意。阿里内尔没想到阿伦斯夫人的名号在社交界居然这么好用。艾琳有些不好意思地凑过来询问能否分享夫人的教导，席勒和朱莉也在旁边拼命点头。看着大家真诚的模样，阿里内尔心里顿时有了主意，既然他们渴望得到指点，自己掌握的社交技巧就是完美筹码，只要能满足他们的期待，拿下这几个家族就轻而易举。阿里内尔微微一笑，答应下来，表示会把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分享出来。折腾了整整一天，阿里内尔疲惫地回到府邸，虽然在茶会上应付德口干舌燥，但好在成功拿下了这波好感度。明天还要和亚当谈生意，现在他只想先睡个好觉。第二天清晨，阳光洒进房间，还没等阿里内尔彻底清醒，布里顿就带着精心准备的花束找上门来。他笑着询问昨天的茶会是否顺利，并表示因为太想见他才冒昧打扰。阿里内尔看着眼前的布里顿有些发懵，昨天才拿茶会当借口推脱掉，结果这家伙第二天一大早就找上门来。无奈之下，他只能客气地把人请进屋。精致的茶点很快摆了上来，布里顿端起茶杯打听起他的家族事务。阿里内尔笑着表示，多亏了亚当帮忙，不仅解决了银行的麻烦，现在连新的赚钱项目都安排好了，而且他还在等一封至关重要的回信，这封信将决定他下一步的计划。因为是第一次与大公打交道，阿里内尔心里难免有些打鼓。布里顿笑着安慰他，不用担心，麦拉大公虽然出了名的严厉，但最欣赏像他这样有决心的人。听到布里顿提起他拿下阿伦斯夫人的事，阿里内尔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连生日宴上的消息他都知道。他赶紧打哈哈敷衍过去，顺便询问布里顿与马切特小姐的关系。布里顿有些局促地解释，那只是普通认识。随后他神色认真地看着阿里内尔，表示那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根本不能相比。布里顿突然说，既然他喜欢谦逊阳光的丈夫，那就完全不用担心了。阿里内尔听得一头雾水，虽然那确实是他最喜欢的类型。看着一脸懵的阿里内尔，布里顿神色认真地提出商量重要事情，接着他直接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正式邀请阿里内尔进行第一次约会。明天城里要举办玻璃花节，晚上还有庆祝登基的烟花表演。布里顿希望能有荣幸陪他一起去，可阿里内尔现在根本无心谈情说爱，他只能有些抱歉地开口拒绝。阿里内尔赶紧解释自己并非讨厌他，而是因为很久以前就已经和另一个朋友约好一起看烟花。听到朋友的约定这几个字，布里顿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以为阿里内尔还记得当年的约定，可现实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如今的情况早就和当年不同，阿里内尔身边已经有了许多优秀同伴，她不再是当初那个孤单的小女孩了。布里顿心里很不是滋味，甚至怀疑那个约定到底是不是和自己许下的，但他最终还是叹了口气，表示理解。阿里内尔有些过意不去，解释说如果是其他时间一定会陪他。布里顿沉默片刻后答应下来。转眼到了玻璃花节的晚上，夜色中一个神秘的身影正悄悄地朝着某个方向走去。这个神秘人原来就是马斯，他穿过寂静的树林，一路来到了阿里内尔的窗下。屋里的阿里内尔听到动静，推开窗，看到是马斯后感到无比惊喜。他正愁没办法联系他，于是兴奋地询问马斯是否还记得以前许下的约定，那就是一起去看烟花。阿里内尔兴奋地表示明晚有烟花秀，他们终于可以一起去了。马斯听到后心里全明白了，原来当年的约定他一直都记在心里。阳光明媚的午后，阿里内尔正在优雅的沏茶，坐在对面的皮奥莱奈尝了一口，显得非常满意。皮奥莱奈笑着夸奖道：“我就知道你这孩子聪明，学什么都快，真是让人舍不得放手。”阿里内尔谦虚地回应：“夫人，您真是过奖了。”皮奥莱纳却摆摆手，说自己不过是实话实说。接着他话锋一转，问起之前交代的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皮奥莱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笑着反问：“您觉得呢？”阿里内尔有些担心地问：“难道是太难了吗？毕竟那些贵族们的胃口可不是那么容易满足的。”皮奥莱特笑着说：“之前在茶会上拿出那款甜点，结果根本没人猜出原料是什么，反而全都在那儿赞不绝口。”皮奥莱特信心满满的断定，这东西绝对会成为接下来的爆款。他好奇地问阿里内尔，打算什么时候公开这个秘密？毕竟谁能想到这甜点居然是用红糖甜菜做的。阿里内尔微微一笑，这正是他看中的商机。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大饥荒，他早就开始研究各种能在恶劣环境下生长的作物，甚至还亲自试种。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发现了这种红糖甜菜。这里的红糖甜菜和他前世见过的完全不一样，生吃苦的要命，平时只配拿来喂牲口。但经过他一番折腾，不仅味道变好了，还能解渴顶饱。来到王都之后，他发现只有自己知道怎么把这东西变成宝贝，这可是应对大饥荒的底牌。所以他的计划很简单，先让皮奥莱纳带货，把这甜点捧成贵族圈的顶流，自己再趁机大赚一笔。有了钱就能囤积更多粮食，不仅能重振家业，还能顺便救下无数人的命。阿里内尔笑着说，亚当已经帮他办好了公司，连种植的农田都搞定了。皮奥莱纳听完忍不住连连夸赞，这孩子真是太让人惊喜了。皮奥莱纳笑着表示，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还特意叮嘱下次茶会一定要多准备点红糖甜菜甜点。阿里内尔痛快地答应下来，看着眼前的局面，他心里别提多踏实了，一切都在按计划顺利进行。转眼到了傍晚，阿里内尔站在窗前，心里直犯嘀咕，马斯因该快来接他去看烟花了吧，就是不知道这家伙这次会不会又从窗户翻进来。就在这时，窗外突然传来一阵敲击声，阿里内尔心中一喜，难道是马斯来了？阿里内尔推开窗户，看着站在外面的马斯，惊喜地问他是不是真的来了。马斯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朝他伸出了手。阿里内尔有些纳闷，问他是不是要牵手，结果下一秒马斯直接一把将他抱起，顺着窗户就跳了下去。阿里内尔吓得大叫，这可是3楼啊！好在马斯伸手了得，抱着他稳稳落在了地上。这一路狂奔下来，阿里内尔累得直喘粗气，忍不住抱怨，就不能选条安全点的路吗？马斯直接指了指前方的密道，示意他继续往前。阿里内尔有些哭笑不得，没想到这庄园里还有秘密通道。不过今天马斯确实兴奋的有点反常。等两人终于来到街上，周围已经挤满了人，路人们兴奋地议论着，烟花秀马上就要开始了，听说皇太子殿下还要亲自来致辞呢。听到布里顿要来，阿里内尔心里顿时一紧，要是去广场肯定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赶紧拉住马斯，提议走另一条路。两人一路小跑，终于来到了山坡顶上。阿里内尔笑着说，这里视野应该挺不错的。他找了个干净的地方坐下，顺便拍了拍身边的草地，招呼马斯快坐过来。看着身边的马斯，阿里内尔心里全是欢喜。他说这2天能一直在一起，自己真的特别开心，希望不只是他一个人在享受这一切。听到这话，马斯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什么也没说。就在这时，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响声，阿里内尔兴奋地喊道，好像要开始了。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无数烟花在夜空中绽放。这一刻，他们终于实现了当年的约定。阿里内尔看着满天的烟花，忍不住赞叹，真的太美了。他笑着转过头问身边的马斯，你觉得呢？可马斯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只是呆呆地望着天空，整个人都看入迷了。看着他这副样子，阿里内尔心里暖洋洋的。现在的马斯看起来就像个小孩子一样，不过能和他一起站在这里，真的太好了。夜空中的烟花还在继续，而他的心里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了。折腾了这一整天，阿里内尔实在是太累了，看着看着烟花，就这么靠在马斯肩膀上睡了过去。马斯轻轻扶住他，看着身边熟睡的女孩，他确实是累坏了。其实有些话马斯一直藏在心里，只要待在阿里内尔身边，他的心跳声甚至比天上的烟花还要响亮。如果把这份超越友谊的心意说出口，他们之间又会变成什么样呢？如果他发现自己一直信任的朋友其实另有其他身份，到时候会是什么表情？一转眼几天过去了，皇宫里却传出了低气压。帕梅斯冷冷地质问，你刚才说什么？亚当有些紧张地解释说，阿里内尔最近忙于工作，实在抽不出空来皇宫。
听到这个回答，帕梅斯直接把锅扣在了亚当头上，责怪亚当没把话说清楚。要是早点告诉他，这里准备了他最爱吃的樱桃、雪芭和草莓蛋糕，他怎么可能不来？听到这个理由，亚当整个人都无语了。这堂堂帝国掌权者，怎么一遇到阿里内尔的事就变得这么幼稚？既然阿里内尔因为工作太忙不肯来，亚当赶紧给帕梅斯出了个主意，提议专门为那位小姐办一场特别的活动。帕梅斯重复了一遍：特别的活动。以前住在加尔内姆的时候，阿里内尔经历过一次生死危机。那天晚上，他独自上山采药，一不小心栽进了深坑里。外面下着大雨，他缩在坑底动弹不得。本以为这次死定了，周围却突然亮了起来，无数温暖的光芒将他包围。多亏了这些神秘的光芒，他才硬撑到马斯赶来。现在想想，那些光芒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精灵。为了验证这个猜测，阿里内尔来到了书房。既然父亲以前是精灵使，这里肯定能找到答案。阿里内尔看着眼前的书堆，心里还在琢磨当年救自己的到底是不是精灵。毕竟他父亲曾是伟大的精灵使，这也让他对元素魔法多了一份好奇。虽然对学习没什么自信，但他还是决定翻开书瞧瞧。书里写着世上只有4种精灵，分别是火、水、风、土。虽然天赋是天生的，但也有人在绝境中能突然觉醒。看到这里，阿里内尔觉得还挺好理解。可以翻到后面的魔法公式，各种复杂的几何图形和计算，直接让他看傻了眼。这难度一下子标得太高，根本不是人看的。阿里内尔果断放弃，把书塞了回去，打算找本更通俗易懂的。就在他翻找的时候，却突然停下了动作。阿里内尔在书架上翻出了一本奇怪的书，上面的插图让他整个人都有些不好意思。这书的内容显然有点超纲，但越是这样，反而越让人好奇。就在他纠结要不要看时，书里突然掉出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光之精灵是所有精灵的源头，而且只有光之精灵使才能治愈所谓的黑斑。这可把阿里内尔整糊涂了。刚才的书里明明写着只有4种元素，这突然冒出来的光之精灵还有黑斑，到底都是些什么东西？还没等他想明白，门外突然传来了声音：小姐，我是亚当。阿里内尔赶紧把纸条收好。亚当走进来问：我是不是打扰您看书了？我这儿有个消息要传达。原来是皇宫那边送来了消息。亚当笑着说：陛下送来了邀请函，准备举办一场舞会，陛下特意交代这次您必须到场。一转眼几天过去，皇家假面舞会如期举行。阿里内尔看着热闹的会场，心里直犯嘀咕：烟花秀才刚结束没几天，怎么突然又办起舞会了？而且这还是那位新帝登基以来的第一次。周围的贵族们也在小声议论，大家都觉得这事透着古怪。毕竟这位陛下以前最讨厌人多的场合，怎么突然转了性？甚至有人开始担心，这会不会是新一轮清洗的信号？毕竟伴君如伴虎，谁也猜不透这位暴君的心思。听着周围人议论纷纷，阿里内尔心里也直犯嘀咕：这位传闻中手段很辣的皇帝，怎么会突然办起舞会来？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不过周围的贵族小姐们心思显然不在这上面，大家反而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阿里内尔回头一看，原来是皮奥莱娜。皮奥莱娜笑着夸奖：你这孩子真是太可爱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仪态比之前还要好。阿里内尔谦虚的回应：这都多亏了夫人的教导。客套完之后，阿里内尔忍不住打听起刚才听到的八卦。皮奥莱娜神秘的解释：因为陛下至今还没有伴侣，现在全城的名媛可都盯着那唯一的皇后宝座呢。皮奥莱娜指着不远处的名媛们打趣道：这些可都是你未来的婆婆候选人。听到婆婆这2个词，阿里内尔整个人都傻了，他连未婚妻这个身份都没适应呢，怎么突然就要考虑公婆的问题了？皮奥莱娜可不想惹麻烦，找了个借口就准备开溜，结果还没走2步就被旁边的人群给认了出来，大家一拥而上，直接把皮奥莱娜给拉走了。临走前，他还不忘给阿里内尔留个线索，说皇太子今天戴的是黑色面具。看着皮奥莱娜被人群淹没，阿里内尔也是哭笑网络。不过他看着不远处的帕梅斯，心里直犯嘀咕：明明大家都管他叫暴君，怎么还有这么多人上赶着想嫁给他？看来长得好看确实能让人色令智昏啊！一个端着托盘的侍从走了过来，礼貌地问他要喝橙汁还是苹果汁。阿里内尔顺口点了一杯苹果汁，可当他抬起头看清对方的脸时，整个人都愣住了。这标志性的温柔微笑，还有这熟悉的长相，怎么看都像是齐墨叔叔。阿里内尔刚想惊呼出声，对方赶紧竖起手指示意他小声点，别引起别人的注意。接着帕梅斯微微一笑，提议去旁边的露台单独聊聊。两人避开人群，来到了安静的露台。帕梅斯笑着问：是不是吓到他了？阿里内尔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说他现在这副样子简直和齐墨叔叔一模一样，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帕梅斯笑着解释，只要喝下炼金药水，改变发色和同色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有些人会产生失声的副作用。阿里内尔听完有些紧张，开口问道：那你以前在加尔内姆的时候也是一直靠喝药水来伪装吗？帕梅斯笑着安慰他，自己身体好得很，并没有出现什么副作用，当时也是因为有仇家盯着，才不得不隐姓埋名。他一直很愧疚当时没能说出真相。帕梅斯轻声问：那时候你一定很难过吧？这句话直接戳中了阿里内尔的痛处，他低声说道：何止是难过，一睁眼发现身边的人全都不见了，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他这辈子都忘不掉。不过看着眼前的帕梅斯，阿里内尔还是释怀了。他说现在自己知道了真相，也能理解他们当时的处境有多危险了。阿里内尔大度地表示，这次就特许原谅他了。听到这话，帕梅斯立刻笑逐颜开，顺感爬着问：那以后是不是每天都能进宫陪他了？
阿里内尔一听，直接炸毛，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冷静下来后，阿里内尔有些怀疑地看着他，问他今天特意变装，是不是又在憋什么坏主意？帕梅斯无奈地叹了口气，承认这确实是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其实还是为了阿里内尔。阿里内尔听得一头雾水，这怎么又扯到自己身上了？帕梅斯温柔地看着他解释道，自己只是觉得用以前在加尔内姆时的样子，他或许能更容易重新接纳他。接着帕梅斯直接戳破了他的心思，问他最近是不是一直在故意躲着自己。这下轮到阿里内尔慌神了，赶紧摆着手解释自己绝对不是故意躲着陛下，只是最近真的太忙了，等手头的事情忙完，自己真的打算去拜访他。看着热闹的舞会，阿里内尔有些感慨，这里不仅点心好吃，还能见到久违的齐莫叔叔，感觉就像回到了加尔内姆一样。帕梅斯温柔地问他喜不喜欢这里，阿里内尔用力点头，说自己特别喜欢。帕梅斯笑了笑说，只要他喜欢就好，因为这一切都是专门为他准备的。帕梅斯轻轻按住他的肩膀，神色认真地叮嘱他，不管自己变成什么样子，他永远都是他的家人，让他千万不要忘记。接着帕梅斯温柔地看着他问，今天他只想当齐莫叔叔，能不能听他讲讲最近的故事？阿里内尔甜甜地笑着说，那是当然啦，齐莫叔叔。可谁能想到，就在这欢声笑语的背后，危险已经悄悄盯上了这里。城堡外的树林里，几个黑衣人正死死盯着亮灯的窗户，同伙之间打了个手势，便立刻分头行动。阿里内尔和帕梅斯聊得差不多了，准备去舞会大厅转转。虽然和帕梅斯聊天很开心，但难得来一次假面舞会，他可不想一直待在露台。帕梅斯虽然有些不舍，但还是叮嘱他，要是有人敢欺负他，一定要立刻告诉他，他绝对不会放过对方。阿里内尔听了直发笑，觉得自己一个普通女孩哪能惹来什么麻烦，让他放宽心就好。就在他准备推门出去时，帕梅斯又在身后叫住了他，笑着说以后要经常来找他，就像以前在加尔内姆那样。阿里内尔爽快地答应了，不过也顺便提了个条件，让他必须改掉挑食的坏毛病。看着帕梅斯无奈的样子，阿里内尔笑着转身离开。这一刻，他感觉真的回到了过去。阿里内尔刚从露台出来，心里还暖洋洋的，觉得齐莫叔叔真是一点没变。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旁边就传来一阵窃窃私语，而且话里话外全是在针对他。阿里内尔赶紧躲在柱子后面，听这意思，因为他的出现，这些贵族的利益全被动了。甚至有人提到了当年的血腥清洗，警告女人别去招惹冷酷的皇帝。就在这时，对方突然提到皇室的致命秘密，也就是那个像诅咒一样的黑斑。这下阿里内尔彻底愣住了，这正是他之前在书房里看到的那张神秘纸条上的内容。阿里内尔正躲在旁边，想把这些阴谋诡计听得更清楚，结果还没等他听出个所以然，身后突然有人狠狠撞了他一下，对方手里的折扇掉在地上，不仅没有道歉，反而阴阳怪气地嘲讽起来，说他一头稻草色的头发，手操的像砂纸，一看就是刚从乡下溜进来的土包子。这尖酸刻薄的语气简直太熟悉了。阿里内尔试探着问，你是拉里尔小姐吗？对方这下彻底装不下去了。拉里尔指着阿里内尔的面具，当众嘲笑起来，说这面具丑得像个马蹄铁。周围的人也跟着哄笑。阿里内尔可不惯着他，冷笑着反击说，这马蹄铁再难看，也比你脸上那俗气的紫色回力镖强。拉里尔这下彻底被激怒了，气急败坏地扬起折扇，作势就要动手。就在这时，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冷喝，硬生生让拉里尔停下了手。阿里内尔转头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这突然出现的救兵，居然是好久不见的马斯。阿里内尔仔细一瞧，这哪里是马斯，居然是布里顿。布里顿冷冷的警告，在皇宫舞会上动手，可不是什么体面的行为。拉里尔这下彻底荒凉，结结巴巴地问，您是皇太子殿下？眼看踢到了硬板，拉里尔赶紧恶人先告状，委屈地喊道，殿下，我才是受害者，是他先撞了我，还弄掉了我的扇子。可布里顿根本不吃这一套，冷冷地丢下一句话，谁要是敢对我未婚妻不敬，我保证他会后悔。接着他又补了一刀，今天算你运气好，隔着面具我没认出你是谁，不然这事没完。拉里尔气得直跺脚，哭喊着说，殿下您太偏心了。说完便捂着脸跑开了，打发走了找茬的人。布里顿拉起阿里内尔的手，关切地问他有没有受伤。阿里内尔笑着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一点事都没有，毕竟以前在乡下干过农活，身体结实得很，哪有那么容易被撞倒。不过刚才那场闹剧已经吸引了太多人的目光，布里顿提议不如去外面的花园散步，避开这些八卦的视线。阿里内尔也觉得留在这里太扎眼，便点头答应了。两人来到安静的花园，月光洒在水面上，气氛倒是挺惬意。阿里内尔忍不住开口问，殿下刚才那是没关系吗？我看那位拉里尔小姐好像跟您挺熟的，刚才她那副样子简直就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布里顿语气冷淡地回答，他和其他贵族没什么两样，既然做错了事，那就必须付出代价。接着布里顿话锋一转，要是他让阿里内尔觉得碍眼，自己随时可以彻底解决掉这个麻烦。这话一出，阿里内尔赶紧摆手劝阻，这未免也太狠了点。他总觉得今天的布里顿浑身都透着一股危险的杀气。布里顿笑了笑，既然是他的意思，那自己就先放过对方。可阿里内尔心里却直犯嘀咕，这家伙以前也是这么可怕的吗？两人正沿着水池往前走，谁能想到平静的水面下竟然悄悄摸上来几个黑衣人。布里顿反应极快，一把将阿里内尔护在身后，大喊一声小心。水里钻出来的黑衣人一眼就认出了布里顿的身份，这帮家伙的目标果然是冲着皇太子来的。布里顿大喊着让阿里内尔快跑，自己留下来拖延时间。可阿里内尔哪里肯丢下他独自逃命，还没等两人争出个结果，黑衣人已经无声无息地围了上来。
皇室的敌人再多，也没人敢直接在皇宫动手。可眼前的刺客显然疯了，手里的短刀直奔布里顿而去。眼看刀锋就要落下，布里顿死死护在阿里内尔身前。生死关头，阿里内尔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他绝对不能死在这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股耀眼的光芒唰的一下爆发出来。画面一转，时间回到了几天前的书房。亚当看着有些反常的阿里内尔，好奇地问他刚才到底在看什么书。阿里内尔回答说自己正在看关于精灵的书，因为听说父亲是个伟大的元素使，所以有些好奇。亚当笑着说这主意不错，侯爵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元素使，而且精灵的能力有时觉醒得很晚，没准小姐也拥有非凡的天赋。谁能想到亚当的这番话竟然在这一刻灵验了。面对逼近的刺客，阿里内尔大喊一声让他们滚开，紧接着耀眼的光芒再次爆发，直接把冲上来的刺客全部震飞。这股突如其来的力量总算让他们化险为夷，但阿里内尔也累得够呛。光芒渐渐散去，布里顿整个人都看傻了，试探着问了一句小姐。阿里内尔缓过神来，看着自己的双手，脑子里一片空白。倒地上的刺客也反应过来，意识到这丫头是个元素使，这下他动了杀心，决定先解决掉阿里内尔。布里顿急忙催促，让阿里内尔赶紧撤离。可阿里内尔哪里肯走，大声回答自己绝对不会丢下他不管。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旁边突然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布里顿拉着阿里内尔想往城堡跑，只要能进到城堡里，肯定能找到帮手。可还没等他们迈开腿，一阵沉重的金属碰撞声突然响了起来。这声音听着就让人心里发毛。布里顿和阿里内尔转头一看，这下彻底懵了，一个散发着蓝光的巨大铠甲正拖着巨剑朝他们走来。这下可真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光是那些刺客就够让人头疼了，现在又冒出来这么个大家伙，这下到底该怎么收场？看着眼前这个巨大的铠甲人，阿里内尔连逃跑的力气都没了。布里顿突然开口了：“你来了。”阿里内尔愣住了，听这意思他们居然互相认识。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阿里内尔一下子想起来了，这标志性的说话方式，还有那双藏在头盔下的淡黄色眼睛，这不就是帕梅尔叔叔吗？谁能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赶来救场的居然会是他。阿里内尔试探着喊了一声：“帕梅尔叔叔。”对方先是愣了一下，接着竟然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这一笑直接把刚才紧张的气氛给吹散了。帕梅尔大笑着说：“能一眼认出我，你这丫头果然有眼光，好久不见了。”阿里内尔确认了对方的身份，阿里内尔高兴的差点蹦起来，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只要不是敌人，今天这命就算是保住了。可还没等他们高兴太久，旁边的刺客却像是看到了鬼一样，吓得连连后退，嘴里还哆哆嗦嗦的喊着蓝血恶魔这4个字一出来，气氛唰的一下又变了。阿里内尔突然反应过来，帕梅尔的真实身份居然是帝国的军务大臣。这下阿里内尔彻底懵了，他突然想起原著里的设定，这位军务大臣可不是一般人，他是世代掌控帝国军权的战神。传闻他手段极其残忍，甚至因为血管里流着蓝色的血，被称为蓝血恶魔。谁能想到原著里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魔头，居然就是平时对他和蔼可亲的叔叔。还没等阿里内尔从震惊中缓过神，帕梅尔已经挡在了他们身前，沉声说道：“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吧。”看来这帮刺客今天算是彻底踢到铁板了。看着眼前高大的铁甲人，刺客们吓得直往后退，沉重的脚步声一步步逼近。帕梅尔冷哼一声：“二皇子的这些余孽。”他缓缓拔出背后的巨剑，冷冷地质问：“谁给你们的胆子，敢动我的继承人和皇太子殿下？”话音刚落，林子里顿时传出一阵惨烈哀嚎，求饶声此起彼伏。可这位战神根本没有手软。没一会儿，帕梅尔收起巨剑，一脸轻松地表示已经把他们妥善处理了。帕梅尔正打算把这些刺客全部押送到地下监狱去，就在这时，布里顿突然恭恭敬敬地对帕梅尔喊了一声师傅。这一下，旁边的阿里内尔直接听傻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堂堂皇太子居然是自己叔叔的徒弟。帕梅尔神色严肃地叮嘱布里顿，今天这是必须封锁消息，毕竟舞会大厅里可能还藏着其他同伙，敢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动手，这回他是真的动了杀心。交代完正事，帕梅尔一把摘下沉重的头盔，露出了那张熟悉又亲切的脸。他笑着看向阿里内尔，说：“能再次见到他，真是太好了。”阿里内尔也跟着笑了起来，不过他还是忍不住吐槽，以前就觉得叔叔这体格怎么看都不像个普通农民，谁能想到他居然是威名赫赫的军务大臣。看着阿里内尔那副哭笑不得的表情，帕梅尔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帕梅尔解释说，他的家族世代为皇室统领军队，是赫赫有名的战神世家，而他当年则是作为护卫，陪同皇帝一起隐居在加尔内姆。阿里内尔这下全明白了，原来当年在村子里的人根本不是什么普通村民，而是皇帝、军务大臣和内务大臣。阿里内尔忍不住问，除了叔叔和皮奥莱特阿姨，村里的其他人也都在这里吗？帕梅尔听完脸色一变，大声回答说，一个都没有了。那些人在当年的继承权争夺战中早就已经全军覆没。帕梅尔拍着胸脯保证，今天这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阿里内尔听得一头雾水，完全没明白叔叔的意思。不过听他提起继承人的事，阿里内尔反应过来，看来当年加尔内姆村子里藏着的高级贵族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多。布里顿这时走上前，提议先带阿里内尔回舞会大厅，毕竟里面守卫森严，比这黑灯瞎火的花园安全得多。他还顺便给帕梅尔派了任务，让他在大厅门口守着，自己则进去重新核实宾客的身份。帕梅尔笑着答应下来，还不忘温柔地叮嘱阿里内尔，让他赶紧进去
好好休息，过几天他们再好好聚聚。阿里内尔乖巧地应了一声，刚想叫他叔叔，又赶紧改口称呼他为公爵大人。布里顿临走前反复叮嘱，让阿里内尔老老实实待在舞会大厅，千万别乱跑。阿里内尔也乖巧地应了下来，让他自己也多加小心。这一放松下来，肚子立刻不争气地叫了起来。毕竟折腾了这么久，他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正打算去餐区找点吃的垫垫肚子，大厅里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尖叫，有人惊恐地大喊起火了。这下整个大厅一下子乱成了一锅粥，火势蔓延得极快，滚滚浓烟伴随着人们的哭喊声四处扩散。阿里内尔看着眼前的火光，整个人都懵了。先是刺客，现在又是大火，这地方到底怎么了？舞会现场乱成了一团，好在火势很快被控制住了，只是厨房被烧得一片漆黑。阿里内尔看着眼前的废墟，心里有些疑惑，这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起火？他拉住旁边的女仆打听情况，女仆叹了口气解释说，是2位贵族少爷小姐在后面玩火，结果不小心把火玩大了。虽然人没什么大事，但舞会要用的特色雪派原料全被这场大火给烧光了，没有了这道招牌甜点，接下来的舞会根本没法收场，而且现在根本没有多余原料来补救。看着眼前这混乱的局面，阿里内尔转身往皇家厨房走去。此时的厨房里已经乱成一锅粥，残留的高温把剩下的食材全毁了。主厨和厨师们急得直跺脚，这要是搞砸了皇家舞会，大家怕是连脑袋都保不住。就在众人彻底绝望的时候，阿里内尔缓缓摘下了面具，主动走上前去，看着满脸愁容的厨师们，阿里内尔微微一笑，说自己有一个好主意。主厨一看来人是阿里内尔，顿时吓了一跳，赶紧劝他离开这里，毕竟现在厨房又乱又危险。阿里内尔却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他直接切入正题，问主厨是不是在为原料发愁，自己刚好有做雪派的秘方和原料，要不要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这话让厨师们愣在原地。阿里内尔拍着胸脯保证，这道甜点他之前做过好几次，大家吃了都说好，他现在就让人从领的把原料送过来。随着舞会接近尾声，阿里内尔准备的粉红色雪帕终于被端上了桌。看着这精致的甜点，大家一时间都有些纳闷，这和之前预告的款式完全不同。有知情的人低声解释，刚才厨房起了大火，估计是临时更换了食材。一位贵族小姐看着手里的雪帕，越看越觉得眼熟，她终于想了起来，这正是之前阿伦斯夫人在茶会上招待大家的招牌甜点。当时这东西风靡一时，无数人挤破头都买不到。旁边的男宾客也来了兴趣，大家纷纷拿起勺子尝了一口，这味道瞬间征服了所有人。原本要搞砸的危机被阿里内尔用一盘甜点彻底盘活，整个舞会大厅直接炸开了锅，大家纷纷惊呼这简直是人间美味，甚至有人夸张地表示，如果天堂有味道，那绝对就是这盘甜点。后台的厨师们总算松了一口气，这回脑袋算是保住了。宾客们立刻把皮奥莱纳围得水泄不通，七嘴八舌的打听配方，都以为这是他的新杰作。皮奥莱纳神秘地笑了笑，说这道惊艳全场的甜点其实并不是他做的，而是出自他的一位学徒之手。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中，皮奥莱纳直接公布了答案，这道甜点的主人正是阿里内尔。听到皮奥莱奈的话，宾客们顿时议论纷纷，大家不敢相信一个刚从乡下来的姑娘能做出这么精致的甜点。面对众人的质疑，阿里内尔大方地承认了，这道甜点确实是他做的。大家纷纷围上来打听，到底是什么神奇原料能做出这么惊艳的味道。阿里内尔微微一笑，直接公布了答案，这道甜点是用红甜菜做的。在场的贵族们全都傻眼了，红甜菜不是卫生扣的吗？大家还以为阿里内尔在开玩笑。就在大家半信半疑的时候，主厨直接站出来证实了这件事，这下底下彻底炸开了锅，大家交头接耳，无法接受。眼看场面要失控，皮奥莱那一拍桌子站了出来，他大声告诉所有人，真正厉害的厨艺从来不挑食材，全看做菜的人有多大本事。当初他第一次尝到这甜点，也是被惊得说不出话来。听到这话，底下的贵族们也开始动摇了，毕竟这味道确实没得挑。皮奥莱纳看着众人的反应，笑着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这简直是从泥潭里挖出了一颗绝世珍珠。皮奥莱纳高举酒杯，大声宣布大家共同见证了历史，为了这个伟大的发现干杯。台下的贵族们纷纷举杯响应，气氛一下子被推到了顶点。看着眼前的热闹景象，阿里内尔心里乐开了花，多亏自己提前囤了红甜菜，这下有皮奥莱纳撑腰，这道甜点绝对要在贵族圈子里火了。人群中的帕梅斯看着这一幕，嘴角微微上扬，看来一切都在按计划顺利进行。可就在这时，旁边的拉里尔却酸溜溜地抱怨，这种廉价的甜点凭什么能登上大雅之堂？拉里尔还在为刚才的事生闷气，嘴里不停地咒骂着阿里内尔。这一幕全被旁边的帕梅斯看在眼里，帕梅斯可不惯着他，冷冷地丢下一句，真是碍眼。拉里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下人居然敢这么跟他说话，他气得直跺脚，大声质问帕梅斯知不知道他是谁。可帕梅斯根本懒得理他，直接转身就走，这彻底把拉里尔给激怒了，他直接掀翻了旁边的托盘。拉里尔气急败坏，把手里的甜点砸了个稀碎，大骂这东西只配拿去喂牲口。这动静闹得可不小，周围的贵族纷纷侧目。拉里尔的父母听到动静赶了过来，拉里尔一见撑腰的来了，立马指着帕梅斯告状，说这个下人竟敢对他无礼。拉里尔的父亲正想发飙，可等他看清帕梅斯的脸，整个人瞬间僵在了原地。刚才还气势汹汹的贵族老爷，下一秒竟然直接弯下腰，低声下气的开始求饶，求对方放过自己的女儿。拉里尔一脸难以置信，质问父亲为什么要向一个下人道歉。父亲吓得赶紧按住他，低声警告他不想掉脑袋就闭嘴。
拉里尔彻底懵了。就在这时，帕梅斯缓缓走了过来，捡起地上被砸碎的甜点。他冷冷地表示，侮辱他自己倒无所谓，但侮辱这道红甜菜雪帕，他绝对不能原谅。拉里尔的父亲这回彻底吓破了胆，他死死按住女儿的头，在帕梅斯面前卑躬屈膝的求饶，不停念叨着是自己管教无方，只求能保住女儿的一条性命。看着平日里高高在上的贵族，如今像个罪人一样在面前颤抖，帕梅斯脸上却看不出任何情绪，这种无声的压力反而更让人窒息。一旁的阿里内尔看着这一幕，心里虽然有些唏嘘，但也觉得拉里尔是自作自受，谁让他平时总是高傲无礼，这回踢到铁板纯属咎由自取。就在这时，帕梅斯微微转过头，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询问阿里内尔该怎么处置拉里尔。这下可把阿里内尔难住了，没想到这烫手山芋会扔给自己。不过他转念一想，拉里尔的父亲马奇哈特公爵可是帝国的4大首相之一，手里握着外交大权，要是能趁机拉拢他，以后的路可走得顺畅多了。想到这里，阿里内尔主动凑到皇帝耳边，悄悄出了个主意。听完阿里内尔的悄悄话，帕梅斯忍不住笑了起来，心里直夸这儿媳妇聪明。皇帝当众宣布了对拉里尔的惩罚，这个决定让在场的人都听傻了。谁能想到高傲的拉里尔会被直接禁止进入皇宫，这等同于被整个社交界彻底放逐。看着拉里尔狼狈离去的背影，阿里内尔心里很清楚，自己总算能消停一阵子了。不过阿里内尔并没有闲着，他转头就给帕梅斯出了个主意，打算借着这次的机会，提前为接下来的大饥荒做准备。折腾了整整一天，阿里内尔坐上回程的马车，累得只想好好休息。这漫长的一天总算是结束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地牢里传来一阵阵惨叫。帕梅斯冷冷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仿佛这些痛苦与他毫无关系。眼看守卫还要继续用刑，帕梅斯突然叫停了他们。被绑在地上折磨得不成样子的男人咬着牙台，起头愤怒的破口大骂，指责帕梅斯是个肮脏的叛徒，是个彻头彻尾的恶魔。男人甚至后悔的大喊，当初在小巷里就该直接动手，要不是因为那个该死的麦拉，帕梅斯根本活不到今天。听到麦拉的名字，帕梅斯脸上的神情终于有了变化，他缓缓站起身，走向男人，冷冷地丢下一句：难怪看你这么眼熟，看来今天的审讯不会太无聊。他会用最残酷的手段让男人后悔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对威胁，男人却狂妄地大笑起来，他咬牙切齿地挑衅自己这辈子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亲手把帕梅斯撕成碎片。听到这话，帕梅斯并没有生气，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那他就等着看男人能撑到什么时候。帕梅斯没有废话，直接示意旁边的守卫继续动手。随着刑具再次落下，地牢里只剩下男人痛苦的惨叫声。地牢里的惨叫声还在继续，帕梅斯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他嘴里默默念叨着一个名字：海森、马塞恩、麦拉。画面突然一转，深夜的荒野上，马蹄声急促地响起。谁能想到，黑暗中早就埋伏好了杀手，破空而来的密集箭雨瞬间将夜空撕裂。海森在后面急得大喊：殿下小心，这箭上有剧毒，千万不能被碰到。面对铺天盖地的毒箭，侍卫拼死用盾牌挡在前面，战马在林间疯狂奔跑。海森在前面大喊：殿下往这边走。看着身后紧追不舍的杀手，海森大声向帕梅斯保证，就算拼了这条命，也一定会护送殿下安全离开。画面一转，阳光洒进华丽的房间，伴随着清脆的敲门声，门外传来布里顿的声音。帕梅斯头也没抬，直接让人进来。帕梅斯开门见山地问起昨晚的袭击事件处理得怎么样了。布里顿神色严肃地解释，昨晚那些刺客是二皇子的余党，一直潜伏在池塘附近，原本是想伏击出来密会的重要人物。帕梅斯有些担心，追问那些人的目标是不是阿里内尔。布里顿摇了摇头，说那些人根本不知道阿里内尔会来，只是撞见之后想杀人灭口。虽然公爵已经把刺客全部抓获，但布里顿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城堡里绝对有内鬼接应，必须彻底查个水落石出。帕梅斯听完点了点头，接着话锋一转，问起了一个让他非常在意的问题。听说在公爵赶到之前，是布里顿和阿里内尔拖住了刺客，可当时布里顿手无寸铁，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面对帕梅斯的追问，布里顿终于说出了实情，其实是阿里内尔救了他的命。这话一出，帕梅斯整个人都愣住了。布里顿接着解释，当时情况万分紧急，阿里内尔突然使出了强大的精灵魔法，瞬间把刺客全给逼退了。那股力量大得惊人，自己当时完全被他护在身后。听到这里，帕梅斯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难道阿里内尔已经觉醒了元素力量？而且他不仅救了布里顿，以前海森也曾这样保护过自己。看着眼前的地面，布里顿感到非常无助。那时候自己只能眼睁睁看着，什么忙也帮不上，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再次涌上心头。这一次他绝对不能再坐视不管，为了不让阿里内尔再次陷入危险，他必须做点什么了，自己一定要变得更强大。一转眼几天过去了，阿里内尔提着行李箱，兴致勃勃地问亚当，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吧？亚当笑着回答，都准备好了，听说外面已经聚集了很多人。阿里内尔一脸期待地表示，自己真是等不及了。接着他认真地对亚当说，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亚当，多亏了有你帮忙，他们终于迈出了第一步。阿里内尔干劲满满地宣布，重建麦拉家族的计划现在正式开始。马车在街道上疾驰，阿里内尔的商业计划这回是真的要落地了。亚当翻看着名单，向阿里内尔汇报招工情况。这次招的人里有不少熟手，他特意把新老员工搭配在一起。阿里内尔询问，这些人都是来负责加工的吧？亚当点头说是，不过
他们都没接触过红糖甜菜，还得请小姐亲自去教他们基本功。阿里内尔一口答应下来，这事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自从上次的假面舞会之后，红糖甜菜在贵族圈子里彻底火了，不少人想偷偷模仿他做的雪帕，结果全部失败。这可是独家秘方，哪有那么容易被破解？阿里内尔决定趁热打铁，直接把红糖甜菜做成一门大生意，连招牌都想好了，就叫麦拉商店。麦拉商店的红糖甜菜计划正式开始推广，这不仅是应对饥荒的宝贝，更是重建家族的底气。看着布丁卖得这么好，大家心里总算踏实了。不过问题也跟着来了，虽然田里已经种上了甜菜，但目前懂得加工秘方的只有阿里内尔一个人，人手不够，原料也远远跟不上。为了解决这个燃眉之急，阿里内尔决定亲自去市场碰碰运气。马车刚一停稳，他就迫不及待地走下车，准备大干一场。阿里内尔在市场里转了一圈，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这里居然连一个卖红糖甜菜的摊位都没有。这下他彻底懵了，难道这种作物在市场上已经不受欢迎到这种地步了吗？他怎么就没提前想到这一层？就在他急得不行的时候，旁边的亚当突然拉了拉他，示意他往角落看。顺着亚当指的方向，只见男人正站在摊位前，大声吆喝，手里拿着的正是他找了半天的红糖甜菜。这可真是雪中送炭，阿里内尔高兴坏了，看来这次的市场之行总算没有白跑一趟。阿里内尔带着亚当径直走到男人的摊位前，他指着摊位开口：“我要把你这里所有的红糖甜菜全部买下来。”男人一听，还以为自己耳朵出毛病了，有些不敢相信的确认：“小姐，您真的要全部买走吗？”阿里内尔笑着点头，表示一个都不留。男人一听乐了，心想这可是个大客户，他笑着搭话：“那您家里一定养了不少牲口吧？不过这东西可得少喂点，吃多了牲口也容易拉肚子。”阿里内尔一脸无辜的回答：“这不是给牲口吃的，这是给人吃的。”男人整个人都傻了，结结巴巴的问：“您是说您要吃这玩意儿？”阿里内尔非常肯定的回答：“对。”男人还是不敢相信，转头看向旁边的亚当，想从他这儿得到合理的解释。亚当倒是十分淡定，理所当然的回答：“对啊，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我们吃之前会先加工一下。”看着这两人认真的样子，男人彻底风中凌乱了。他突然扯开嗓门，指着亚当的鼻子破口大骂，说他一个四肢健全的大男人，怎么能给亲生女儿吃这种东西？这下可好，周围的路人全围了过来，大家对着亚当指指点点，纷纷指责他太狠心，居然给这么小的孩子吃牲口饲料。亚当急得直摆手，拼命想要解释，可根本没人听他的。大家越说越激动，直接把亚当当成了虐待儿童的恶棍。旁边的阿里内尔看着这一幕，心里也是哭笑不得。他怎么也没想到，大家对红糖甜菜的偏见会这么深。早知道这样，刚才就说是买回去喂马的了。阿里内尔一看这架势，知道自己不能再沉默了，必须得帮亚当解围。他大声对周围的人解释，说红糖甜菜是他最爱吃的食物，他是自己想吃才买的。可这话一出，大家非但没有释怀，反而更同情他了。在大家眼里，这孩子肯定是受了太多虐待，才会把牲口吃的东西当成美味。看着阿里内尔那张天真的脸，路人们的心都碎了，大家纷纷围了上来，这个送苹果，那个送面包，非要给这个可怜的孩子塞吃的。阿里内尔捧着一堆水果、活面包，整个人都傻了，这怎么还越描越黑了？更惨的是亚当，路人们转过头对着他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亚当赶忙开口解释说，阿里内尔根本不是他女儿。可这话一出，周围的人彻底炸开了锅，合着不仅不是亲爹，还是个受人所托却虐待孤儿的混蛋。这下罪名反而更重了，路人们的指责声铺天盖地袭来。妇人更是心疼坏了，赶紧把手里的一篮水果塞给阿里内尔，劝他多吃点有营养的。阿里内尔急得拼命解释，说自己是真的喜欢吃红糖甜菜。亚当转过头小声哀求，小姐，算我求您了，别再帮我说话了，您这每帮一句话，我这恶人罪名就又加重一分啊。这句话一出，直接把阿里内尔整不会了。马车在黄昏的路上摇摇晃晃，亚当这回是真被整怕了，他一边赶车一边咬牙切齿的发誓，以后打死也不去那个集市了。阿里内尔在旁边赶紧安慰他，不过他心里也开始犯嘀咕，这红糖甜菜的偏见比预想的还要深，这生意到底该怎么推销出去？亚当叹了口气分析道，主要还是大家没尝过他的甜头，得先想办法让贵族圈子流行起来。阿里内尔也觉得有道理，本来想找皮奥莱娜夫人帮忙，可总靠别人也不是个办法。就在他犯难的时候，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之前在茶会上认识的那些大小姐，不就是现成的宣传渠道吗？亚当听完阿里内尔的计划，也觉得这主意简直绝妙。毕竟下级贵族和富商们经常在同一个圈子里混，只要能在化妆舞会上把红糖甜菜雪帕的名声打响，那接下来的推广就顺理成章了。不过亚当冷静下来一想，光靠大家口头传一转，恐怕还不够保险，必须得有个更稳妥的法子，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就在两人琢磨的时候，亚当脑子里灵光一闪，笑着对阿里内尔说，小姐，我这刚好有个绝妙的主意。帕梅斯坐在王座上，看着走上前的两个人，你们两位怎么突然来了？来的人可不简单，一位是掌管军权的帕梅尔，另一位则是女官长皮奥莱娜。皮奥莱娜和帕梅尔一见面就掐了起来，皮奥莱娜大喊着皇室才最需要阿里内尔，帕梅尔立刻反驳他太贪心，直言阿里内尔对皇室根本没兴趣。两人在王座前吵得不可开交，皮奥莱娜指出阿里内尔讨厌引人注目，绝不可能愿意跟军方合作。坐在王座上的帕梅斯一脸无奈，看着底下吵成一团的两个人，眼看他们越吵越凶，帕梅斯冷冷地吐出两个字，够了。原本面红耳赤的两人顿时老实下来，
帕梅斯盯着他们，低声警告：“虽然提议有道理，但别忘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刚才还气势汹汹的两人再也不敢多说一个字。帕梅斯突然语出惊人，直接宣布阿里内尔是他的儿媳妇。没过多久，庄园里的气氛就变得微妙起来。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平日里冷酷无情的帕梅斯居然主动拿着球找到阿里内尔，笑着邀请他一起玩接球游戏。这反常的举动把阿里内尔整得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阿里内尔完全摸不着头脑，他只是因为感觉他可能会把皇宫搬到自己庄园旁边，可谁能想到堂堂皇帝会玩这种游戏？看着阿里内尔有些犹豫，帕梅斯居然直接使出了杀手锏，他变成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小声问他是不是不喜欢和自己玩。面对这种攻势，阿里内尔根本没办法拒绝，他只能硬着头皮答应，让陛下把球扔过来。帕梅斯顺势把球抛了过去，阿里内尔稳稳接住，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手里的球突然亮起刺眼的光芒。帕梅斯倒是一点都不意外，他轻声解释道：“其实这颗球能感应到精灵力量，它发光就说明你身上有这种力量。”阿里内尔听得一头雾水，疑惑地重复着：“精灵力量？”帕梅斯笑着告诉他，这就是专门送给他的礼物。自从听说舞会上的事，他就怀疑阿里内尔和海森一样，也拥有这种特殊能力。这颗特制的球不仅能测试力量强弱，还能帮他稳定体内的能量。帕梅斯看着他轻声问道：“听说你在袭击中保护了大家，这力量一定是从你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吧？”面对帕梅斯的询问，阿里内尔有些迟疑地应了一声。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没底，没想到自己真的继承了父亲的力量。看着那颗发光的球，帕梅斯忍不住感慨起来，精灵力量确实既美丽又神秘，尤其是当年海森施展魔法的时候，那场面简直美得让人移不开眼。看着眼前的阿里内尔，帕梅斯像是又看到了当年的老朋友，他轻声鼓励道：“相信用不了多久，你也能成为像你父亲那样伟大的精灵使。”阿里内尔抱着那颗发光的球，看着眼前的帕梅斯，轻声询问：“您一定真的很在乎我爸爸吧？”听到这话，帕梅斯微微一愣，随后温柔地回答：“我当然在乎了。”他走上前，语气里满是心疼：“阿里内尔，我知道你是个坚强的孩子，但要是觉得撑不住了，随时可以来找我，我永远都会站在你这边。”阿里内尔抬起头，有些期待地问：“就像我爸爸那样吗？”这句话一出，帕梅斯一下子愣住了。帕梅斯微笑着承认，自己确实像在乎海森那样在乎他。看着眼前的女孩，他仿佛又看到了曾经并肩作战的时光。阿里内尔被他的真诚打动，决定也分享自己的小秘密。他笑着提起自己在加尔内姆交到了一个非常珍贵的朋友。听到这个地方，帕梅斯心里立刻有了数，他猜到阿里内尔说的应该就是布里顿。帕梅斯没有拆穿，反而温柔地表示自己很期待以后能见见这位朋友。阿里内尔开心的一口答应下来。不过一想起那个人，阿里内尔心里就忍不住犯嘀咕，那家伙刚见面时明明脾气差得要死，自己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他其实还不错的呢？马车在街上不紧不慢地走着，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之后，阿里内尔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他正琢磨着回去的跟亚当好好分享，就在这时，外面的动静吸引了他的注意。一个抱着厚厚书本的男孩正从马车旁走过，看着这个陌生的面孔，阿里内尔心里突然泛起了嘀咕，这人看着像是个贵族学生，可为什么总觉得以前好像在哪里见过他？阿里内尔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张脸到底在哪里见过，最后只能当成是自己的错觉。几天后的商业街上，亚当正忙着布置品尝会的场地，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只要今天能把红糖甜菜推广出去，之前丢掉的名声就能全找回来。就在他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克莱德冷不丁的吐槽：“摆成这个破烂样，谁会愿意过来尝啊？”亚当吓得赶紧回头，等看清来人的长相，他整个人都懵了。亚当结巴巴地问：“你怎么会在这儿？”